等王灿和李军以及李淼等人走后，李元才想起来，他好像还没给他们送嫁红包。谢哥，你给他们红封了吗？给了，刚去书房，不是待得有些久，就是在给他们包红封。我按照咱这边的规矩，每个人都是2个，一个你的，一个我的，每个红封里我都放了1000银子，合起来一共去了8000。给了就行，这银子给的也合适。我哪还特意交代我，别有点钱就嘚瑟。咱李家傲里的人送陪嫁的红封，有的10文、20文，家里殷实一些的会包个50、60文。他让我最大一个不能超过1钱，除了采薇和青纱外，剩下的人合起来不能超过1两，不然就不认我这个孙女。乃也是为了你好。好元娘，我饿了，能先吃饭吗？元娘，咱们的洞房花烛今晚补上，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其实也不太饿，现在就可以先补上。喝了点水，头上的伤就忘了疼。哎，元娘你不说，我都没注意，你这一说，我这头好疼啊，疼都流血肿起来了。元娘，以后我的命就交给你了，你要记得对我好一点啊！好疼，真的好疼啊！走吧，我先给你热饭，等吃完我再检查一下看看，要不行咱去找沈大夫再给看看也行。你是吃现做的还是先府里的？我估摸你这2天也得开业摆摊了，接下来会很辛苦，要不我来做，你指挥着点。若是我会做饭了，那接下来可以和君子他们轮着来，家里你就不用操心。你要学做饭我没意见，那就做炒饭吧，米饭是现成的，家里也有肉菜什么的，你做蛋炒饭、肉丝炒饭还是如何？那就做肉丝炒饭，我自己来切肉丝。元娘，各家随礼的清单和银钱什么的都在这儿，这些往后就交给你了。谢燕之这边没消失多久，方氏也过来了。少安，昨天人是我带来的，真是对不住。无妨，你也不知道他们前来是何意，不用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他们许是觉得我好欺负，又看我画本赚了不少，这不就将主意打到我身上来。这事我会自行解决，你不日就要随陈大人上任，只管忙去，待他日得空咱再聚。少安，你真有法子，3年后叫大人调回京城？有，只要他能做出政绩，即便不用我找人帮忙，护国将军府也会想办法把他弄回去的。正好陈公子已经来新阳府这事，你作为陈大人的师爷，应当知道。我听子冉兄说，他回头还有事要去庐阳府，约莫是为陈大人扫委屈的，不然何事需要他堂堂一个护国将军府的嫡长孙出面解决？合着你这不过是顺水推舟？那不然呢？这种官员任职调遣的事，岂是我一个无权无势的秀才能左右得了？你放心跟陈大人吧，当初我能把你举荐给他，就是知道他的秉性，跟着他，你的前途是好的。等这次跟过去后，你在那边弄好家宅，记得赶紧把媳妇、孩子和父母都接过去。我知道，我既然跟随大人，自然是走到哪儿，家人就在哪儿，放任他们留在这边，我也不放心。何况从昨晚的事来看，那个许大人就不是个善茬，且脑子还不大聪明的样子。还有那个白师爷，不过是小小一个师爷，初来乍到，情况都没摸清，就先找上门索要钱财，当真是蠢。少安，这2日我就得随大人启程，先告辞了，他日咱们再聚。回头你李家傲的人过去，我会照看1、2的。多谢元娘，我们去仙府好不好？我想与你站在那个洗浴室里共同沐浴，我想与你一起睡在那张软软的仙人床上，我想与你肆意纵情，而不必担心会被他人所影响。这一夜，谢燕之又好生不要脸地做了一首诗，翌日便是3朝回门。姐，奶说今天的女婿酒就在老宅办。行，不过虽然是女婿酒，但不能给谢哥灌酒。吃过午饭我们还有事，要先回去。指定不会的，姐你放心。大姐，灿娘说咱们明天下午就去你那儿，你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带的不？也没什么要带的，该有的东西家里都有，你们带自己日常换洗的衣服就好。那我们就带衣服和口粮吧。对了，大姐，我做饭手艺没有大嫂、二嫂好，去你摊位帮忙干活的话，只要不让我煮面，其他做什么都行。好，到时候谁做什么，等明天到家里后，咱们去一起来商量。成，反正只要不让我做饭，叫我做什么都行。我做姑娘时就做饭不大好，我娘每天可担心了，说谁家儿媳妇不会做饭，我这样的长大后指定没人要。我当时和我娘说，那我往后就找个家里只有1个孩子的人家，这样只要公婆良善，加上又只有我1个儿媳妇，肯定会对我好的。如此一来，家里的饭菜婆母会帮忙做，我只要在其他地方做的麻利一些就行。然后我娘又说什么公婆会有老的一天，往后灶上的活我都要接过来什么，还说我这样懒，日后孩子都吃不上一口我做的饭菜，可要不得啥的。我就和我娘说，那我第一个子嗣就生个女儿，这样女儿从小就让婆母带，如此等婆母老了，我的孩子肯定是灶里灶外的一把手，这样1日3餐我哪里还用得着亲自动手做啊？三嫂，那回头你要是生的儿子呢，又该怎么办？儿子也可以学，又没人规定儿子不能做饭。再说你看咱老李家
有几个男丁不会做饭？除了爷爷外，大伯还有2个堂兄和君子，这一个个可是都会做饭的，大概区别就是做的好不好吃罢了。爷，这是元娘送给你的。爷，这里头是烟丝，咱们流云县没有卖，是我从府城带回来的。好烟，你能喜欢就好。李渊就直接把带来的东西全都送过去。你老实告诉奶，今天那些东西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这孩子，奶和你说过多少次了，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的来。大伙儿都说少安能考中举人，到时候要进京赶考，你自己算算，这盘缠要多少？等少安中进士做官了，你再算算，回头买宅子什么的又要花多少？奶，其实那些没多少钱的，我之前去府城运气好赚了一笔钱，所以谢哥给我的那些银子我都还未动，你别担心。就你除了摆摊卖面和做绣活外，还能赚什么钱？奶，我拉了满满1车的玉米棒去府城卖的，你知道过年前这新鲜的玉米棒有多难得吗？1车我就卖了50两。这一天你哪来的新鲜玉米棒？奶，这一天我们都能种出新鲜菜了，那种出玉米棒又有什么不行？行了，你别担心银子的事，我心里都有数的。你真没骗我？少安给的那些银子你1文钱都没花？没有，奶，我跟你保证。还有，谢哥写的画本在府城那边很是火爆，所以他分了许多银子，年前又给了1本。不出意外的话，来年他中进士，若是留在京城，我一定可以买个大一点点的2进院。少安的酒量差，我听君子和征子回来说，你们成亲晚上就有什么白师爷找上门来，好像是要钱，然后少安还醉倒了。那你们圆房了吗？没给钱吧？这县令人都还没到，怎么就管你们要钱？往后要是被他盯上的话，哪还能落得了好？就是因为不给钱，谢哥才把交杯酒都给喝了。奶，你别担心，那许县令不会拿我们怎么样的。谢哥说今天有人会过来，大概是在下午，所以奶，我们吃完饭就得往回走。这人下午来，不会是许县令吧？不是，是护国将军府的嫡长孙，跟谢哥关系好。他姑父就是之前和奶你说的，现在接手府衙的是大理寺少卿孟大人。有陈公子来走一圈，刚好遇到许县令。奶，你说他看见咱的靠山这么大，还敢轻举妄动吗？王老太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就是县令，哪里知道护国将军府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一听是将军府里的人，就觉得那是顶顶厉害的人物。区一个县令，怎么敢和将军硬碰硬？那有这样的靠山，他还真不用愁。奶，谢哥把录影都办理好了，是陈大人这边帮忙盖的章。咱这里情况一不对劲，就别舍不得家当，赶紧一起去庐阳府找陈大人。另外，奶你应该有所察觉，这都还在元宵内呢，这几天的气温明显比往年都高，你们可得盯着点族人，让他们都种上耐旱的作物，可别继续种水稻了。既然天气转暖，那也不用等到出了正月，现在就可以耕地。咱家君子没地，又有2头牛，族里好些人家都想等咱用完好借给他们。既然要开始耕地，那奶我这几天先将那改良过可以高产的红薯准备出来，过几天你让华叔带人来县城里拉，咱李家坳统一育苗扦插种植。行，那你回去就准备东西，到时候这也不能白给族里，回头让你爷和大伙商量一下，怎么给你回些本。毕竟咱也没有花钱买东西，白送给大伙的道理。元娘，奶现在手头里的钱都要紧着用，所以也不能给采薇买多好的东西，就亲手做了2双布鞋。我替采薇谢谢太婆，这鞋子很好，她一定会喜欢的。元娘，采薇现在出落的越来越好了，你们在县城里忙活，家里几个男人又忙着科考，就这么放任2个孩子在家里也不是一回事。要不你送回来吧，这样我和你大伯娘还有淼淼都会看着，不会有事的。奶，家里没啥事都会关着门，再加上谢哥和君子他们都在，真要有啥事喊一声就行。还有，你看采薇现在这模样，扔到大街上都没人会多看一眼，所以你只管放宽心，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李姐姐，采薇，你们在吗？我和陈公子来了。谢燕之一听陈公子，当即对李老头和李清华说：门外的陈公子是护国将军府的嫡长孙陈浩。苏妹妹，你怎么和陈公子一起来了？你这打扮是……苏妹妹，你们还未用膳吧？要不先去我娘家，我和蔡娘亲自给掌勺。不会打扰你们吧？没有，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走，先让陈公子在这和谢哥说说话，我们先走。谢燕之与陈浩并肩走在一起，与他轻声说了许县令做的事。我虽未过弱冠生辰，但表字祖父已经取好，名唤伯明。少安兄，虽说你与我姑父是同窗好友，算一辈，
但与我年纪相差也不算大，我便喊你兄长，你喊我贤弟如何？总是换陈公子，也未免生疏了一些。此表字甚好，伯仲书记，你排行老大便是伯大头，取名字便是希望你明辨是非。伯明贤弟，这事劳烦你了。其实我武将世家压根就不用什么表字，祖父会帮忙取，也不过是投文人所好。近些年来，因太平盛世，即便当今盛名并未重文轻武，但朝中这迹象越发的明显。他在和陈浩说完关于许县令的时候，就带着他给李氏一族的人介绍。李清华一听对方的身份，再看看那一身的气度，内心激动不已。他们李氏一族嫁了个女儿，赚来的荣光是他们祖辈世代都不曾有过的。谢燕之真的太厉害，太有本事了，所以听他的绝对不会错。谁要不听从安排，那就除族。彼时的流云县城门外，老白，你去让县城主簿和县尉还有捕头来见我。大人，咱都还未和陈大人交接上任，你这道门口不进去，还要让人过来接你，怕是不大好。咱们先去县衙见过陈大人，接过流云县衙门的官印后，咱们再来琢磨其他的。大人，陈大人现在是同知，虽然是庐阳府的，但品级比你高，且他背靠着护国将军府。现在护国将军府的人可是管着兵部。要不是这几天被曹爷带人整怕了，白师爷也想衙门的人过来迎接一下，他也好威风威风。他也不过是陈府的旁支，且还是其他府城的同知，我怕他做什么啊？老白，不是我说你，你这胆子也太小了点，这才哪跟哪，你就这样？听我说，你现在叫人过来迎接我，要不然这城门我还不进了。大人进不进城，于其他人来说不痛不痒。等天黑，城门一关，那咱们到哪去落脚？咱是可以先耗着，但后天16就是大人到任的期限，到时大人还未进城与陈大人交接，我估计陈大人会直接往京城递折子。老爷，柔姨娘问何时才能进城，她身子不爽利，想早些息下。姨娘还说，老爷不要想有的没的，赶紧进城休息好了，才好让人给咱们接风洗尘。姨娘还说，她的生辰快到了，到时候她会亲自下帖，请些女眷到府上聚一聚。许承光一听，这又是接风洗尘，又是过生辰什么的，那不就是理所当然朝大伙儿要钱吗？李家傲中，李姐姐，我和陈公子刚在流丰县赈灾完，准备回府城，就接到我谢姐夫让人传来的信，要陈公子过来一趟。怎么了这是？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苏妹妹，你应该知道，陈大人要调任，咱流云县不日就会有新县令上任，对吧？这事我早就知道了。怎么和新县令有关？对，我们老早就听说新县令出自三皇子外祖许家旁支，前来这是为了谋财，或者说敛财比较正确。他人都还未到呢，就先派人管我们要银子。我其实不知道信里的内容，只清楚陈公子收到信后说让我先回去，他要来这边一趟，并未说具体是何事。我琢磨采薇这几天过生辰，就顺道与他一起来了。你们没事就好，我还真怕你们这边出什么岔子。不过也奇怪，谢姐夫不是秀才有功名，可以免赋税吗？他找你们要什么钱？还能因为什么？不就是知道谢哥画本卖得好，觉得赚得多，就想从我们身上刮一层油下来。我听说我谢姐夫又出了一本瑶池仙子的凡尘生活，据说不亚于农家子的仕途录，想来今年的分红只会越来越多，莫怪乎那狗官会眼红。小姐，老爷让人快马加鞭往这边送信，有你和李娘子的。送信的是何人？老爷身边的陆平。李姐姐，这件事我来处理，我这就走，你不用做我和素兰的饭。钱通判那个案子，京城镇国侯府出面要压下来，姨母气不过，自己去京城了。苏妹妹，你这是要去京城带回姨母？青姨估计气疯，就这样直接走了，都没路引，又没什么钱财，她怎么出新阳府？要是混进商队里头，人家瞧她可怜，到时候带上她，那要找起来就麻烦了。李姐姐，镇国侯府做的事，别说青姨气不过，便是我也气得不行。你别担心，这事我来办。如果非走这一趟不可，那我陪她去。李元这边确实走不开，他心里也恼火镇国侯府办的事，但一想他小姨应该是被催眠，这些年一直觉得钱通判是他的兄长，会这么做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这种认贼作凶的事，对至亲之人的伤害才是最大的。他姨母被钱良辉迫害那么多年，眼看希望在即，这时候他们插一脚，又岂能不气？又怎会不想找上门，看看能不能唤醒记忆？李姐姐，你问问蔡娘，她冬月那会儿赠送我的神医保命水还有没有？要有的话，能不能匀我一瓶？我娘用了那个后，身子骨好了不少。苏姑娘，这保命水不是我的，是我姐夫的。你也知道，我姐夫以前气运不大好，总是摔摔打打的，所以会叫人索罗各种各样的保命东西。那会儿之所以会留给我，是怕家里出什么岔子，
我把多数都给你了，自己就剩下1瓶。你要的话我给你，只是也就那么1小瓶了。多谢哥爱，我这会儿急，得先走。踏着我们府城见，到时我定然好好摆宴，感谢一番。嫂子，你可知道山妹发生了什么事？这急匆匆不辞而别去哪儿？钱通判的案子出了点岔子，我刚收到消息，郑国侯保钱良辉要将案子压下来。这和他离开有什么必然关系？苏妹妹是青梅一手带大的，青梅是我姨母，许是想到我爹的案子，她气不过，就一个人去京城了。苏妹妹担心她去侯府闹，就想去找她。嫂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钱良辉若是罪有应得，我一定不会让此事轻易接过。我和你保证。谢谢。你找找苏姑娘在哪儿，护着她点。还有，不要忘了给我留记好。元娘，你看看家里可还有糕点，先让伯明贤弟垫一下肚子，咱们现在就回去。一行人准备回城时，元娘，你实话告诉爷，你爹的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爷，情况没你想的那么糟糕。目前这案子是谢哥的同窗好友在审理，等钦差大人到了，会交由钦差来查，所以不可能不成的。刚才说得到消息，郑国侯出面要将这事压下，也就说有很大可能不会有钦差，这事最后不了了之，对吧？按照你之前说的，你爹的事是高家当家人和那个姓吴的夫人做的，他们的靠山是钱通判。如果钱通判都不会有事，那他们肯定也不会有事。爷，你想多了，你忘了刚才陈公子说的话了吗？他说不会让这件事轻易接过去的。还有郑国侯出面想要将此事压下，那多半是以为钱通判是我小姨的兄长。现在我姨母去找我小姨了，要是他恢复记忆不报复回去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还保他们？爷，你真别担心，事情没那么糟糕。老大，等明天元宵后，你带你娘去府城，这事咱们必须盯着点。咱们这里离府城光是坐车就有几天功夫，那边真要有什么变动，这一来一回太耽搁时间。你和你娘过去，亲自看着点。元娘，你看能不能写封信给苏府，劳烦他们帮忙找处宅子，只要让你奶和你大伯有个歇脚，可以做饭的地方就行，不用多好。爹，那地里怎么办？这不用你担心，元娘，我打算将你买的那头牛留下，到时候耕地要用。你回头摆摊，早晚收摊的时候，用少安买的马车运，成不？行，牛车本来就是留着给君子用，现在君子和征子在县城跟着谢哥，一时也用不上。既然家里要用，只管用就是。家里2头牛可用，到时候让来借用的人家帮忙耕地和扦插，这样也不收他们银子。红薯好养活，地里的活比往年都要轻省。你只管放心跟着你娘去，家里有我和老三，还有铎子、瑞子。爷，我奶年纪那么大了，去府城合适吗？我年纪虽然大，但身子骨硬朗得很，有什么不合适？你爹的案子要真就这样不明不白，我和你爷死都不会瞑目。这事就这么说定了。老大，你收拾一下，后天咱们就走。奶，现在事情这样，你和大伯去了也做不了什么，每天只能在那边干耗。就算在那儿干耗，我好歹也知道事情进展如何，总比在这儿干着急来的好。你们既然打定主意要去府城，那就去吧。谢哥在府城有个2进院，院子里有一对祖孙俩在那看守。奶，你和大伯先把录影办好。算了，录影这事趁着陈大人还在，现在陈公子也在，那许县令应该不至于刁难人。我让谢哥帮忙把录影办妥，到时候时间写长点，再去车行包1辆马车送你们过去。到时我和车夫说地址。奶，你和大伯这2天先收拾一下，其他的事我来安排。菜娘、三弟妹，不出意外，征子和君子今天应该要跟着他们姐夫去应酬，你俩各收拾一身他们换洗的衣服给我。姐，面瘫你也能支撑得起来，要不行就我陪奶他们一起去。爷奶决定让大伯去，那就大伯去，我这边还是让苏府盯着，有什么事咱也第一时间赶过去。每次去哪儿都要录影，也太麻烦了点，要是能像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一样，进出城只要出示信物就好了。回头问问谢哥，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他们有功名的人有文书，有权势的人有信物，那咱们也想有没有可以一劳永逸的，也省得总是那么麻烦。不过我估计这许县令真要让弄出这么个东西，那好处也得给足才行。姐，要不我收拾一下跟你一起走吧，君子哥和我舅都在城里，今天家里就我一人。行，不过咱这院子的地里还种了菜，你稍后走之前拿把钥匙给大伯娘，让她帮忙看着点，等回头抽空回来给大伯娘他们捎带点东西就是。好，那姐你等我下，去就来。什么都不用带，
就收拾几身换洗的衣服就成。我晓得。许崇光带着师爷、小妾以及若干下人到县衙门口的时候，是方师爷来迎接的。我们住哪？回大人，后衙已经找人打扫好了，您直接住在后衙便可。若是不喜，那到时候再自行置办。后衙多大？是个2进院。当初陈大人他们初次到此上任，也是住在此处。后来陈大人的家眷过来了，实在住不开，这才另外购置。老爷，一个小小的2进院，哪里住得下咱们这些人啊？许崇光觉得自己也算是皇亲国戚，千里迢迢来此上任，最后只能住一个小小的2进院，这无疑是在打他的脸。地方太小了，稍后我会找间客栈住下来。这所花用的银子从县衙钱库出，另外后宅得给我扩大，往3进院、4进院的扩。什么时候盖好，我们什么时候搬进去。徐大人，这事我做不了主，我是陈大人的师爷，此次会随着陈大人上任，您这要求，劳烦你自行和其他人商量。现在我带您一起去找陈大人。老爷，既然你忙，那你先忙你的。那2进院也不知道多久没收拾，妾身还是先不住进去了。妾身这就带人去找客栈，等安顿下来，再让人告知老爷你。柔姨娘在丫头的搀扶下，就坐上马车走了。我们大人一路舟车劳顿，也累得不轻，能先带我们去后衙看看吗？至于交接的事，改成明日可行。不用，那后衙我们不住，就按我说的，先住客栈，等后衙什么时候扩到3进院、4进院了，我们再搬。白师爷心里恼怒的同时，也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跟着出来。这一个两个又蠢又贪，他这是何苦来哉？方师爷没辙，也懒得再搭理他，因此连招呼都没打，就直接去找陈大人。老白，他这是什么意思？大人，县令初到一个地方上任，基本的都是住在衙门后衙，除非人确实多，又真住不开，这才会另行购置宅子。只是一般政绩好的，3年就能调任，所以这买宅子什么的没那必要，因此都是咬一咬牙，挤一挤，过3年就走人。后衙只有休憩，没有往外扩那么大，且还有县衙库银出的道理。我要求扩大到3进院、4进院并不过分，这宅子日后扩大了，等我们一走，其他新到任的县令不也是可以住？流云县这般富饶，每年能交不少税，那么多钱拿点出来修后衙怎么了？大人，你都还没和陈大人交接，还不算是这里的县令，那现在就去交接，等好了就找人给我把院墙拆了，往大了扩。大人，你忘了我一路过来是怎么和你说的吗？咱先不着急，要先看看这里的势力是怎么分布的。虽说县令是整个县城最大的官，但你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了解，就贸然行事，定然会遭排挤的。你说的对，区区一个后衙，我计较这个做什么？往后我是这里最大的官，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住什么后衙，买什么宅子，等人送不就好了？柔姨娘的娘在本家老夫人跟前伺候，她自幼受宠长大，人难免有些娇气。她要住客栈，就先住着。这几天我与你一起住后衙，等过些天，在衙门站稳脚跟，咱说话得用了。你就看看谁家最殷实，马屁拍得最响，你就暗示一下，让人给咱送座宅子。那些商贾有钱的很，宅子也多，回头你选一选，找个好地段的。那大人，你是现在直接找陈大人交接，还是去后衙？去交接吧，横竖都到这儿了，先拿到衙门官印再说。衙署中，衙门本就钱不多，去年因为灾情还特意找人捐款，后来为了下面各个村落的事，更是买了不少药往下发，如今能拿得出来的银子都不足200两。他倒是想得美，一张口就这个要县衙出，那个要县衙出，还真当县衙库银是他家库银了，想要多少有多少，美不死他。去年灾情他们准备充足，那么多米面和御寒的衣物，最后都被迫捐了出去。那捐的其实等同于就是钱。如今正是他们艰难的时候，听少安说接下来还要更难，他们都在琢磨接下来该怎么办。这倒好，来了一个狗官，正事不想着做，竟是想怎么将县衙库银往外掏了。衙门除了他们这些有品阶的官员外，其他3班6房的人可不是朝廷命官月钱，要衙门自行发放的。那100多两银子都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哼，反正住的地方就后衙，爱住不住。想要衙门出钱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因为许崇光这边的配合，陈大人与他交接倒也顺利。在他们交接结束后，白师爷看他们连一句帮忙接风洗尘的话都没有。不知这县城哪家酒楼最好？我们大人初来乍到，想请各位吃顿便饭，顺道也替陈大人饯行。他本以为自己开口说这话，其他几个官员会反应过来，然后反过来说哪能叫他请客，应该是他们帮忙接风洗尘才是之类的。谁知他话是说完了，但其他人却不吱声。白师爷有些尴尬，而许崇光直接蹙眉：怎么，各位不赏脸？今日不得闲，明日食物也不得空。许大人不若改成后天。许崇光闻言，面色唰一下沉了下来。正当他欲发怒时，门口传来敲门声。什么时候过来的？不是说你和孟大人在府城吗？众位，这位是护国将军府的嫡长孙陈浩。不知这2位是何人？兄长，你还未与我介绍。是来接替为兄这个县令的许崇光许大人，他身边那位则是他的师爷。许大人，就是你喊你这位师爷和贴身随从，让我少安兄在洞房花烛夜抛下新娘子去接你的许大人。
我还听说你拿他的话本说是……区区一个秀才是怎么认识护国将军府的嫡长孙的？居然还厉害到人家特意来为他撑腰？难道他有眼不识泰山？对方还认识其他厉害的人物，不过是个以写话本为生的秀才罢了，怎么还认识陈浩了？误会，陈公子，这一切都是误会。我们大人是听说谢秀才府上有喜，想随礼来战，是小厮听差，传达错了意思，这才出了乌龙。今日我们初来乍到，本就是想将这份礼给补上的。对，是小厮传达错了意思才出的乌龙，稍后我便叫人将礼补上。哦，你确定是乌龙？确定，就是乌龙。本来孟鹏孟大人听了此事后也想过来，奈何西阳府出了点岔子，他刚接手府衙没几天，现在一摊子事儿等他处理，所以才叫我过来先看看是怎么回事。他说等钦差到了后，他就过来和少安兄叙叙旧。大人，陈公子说的孟大人极有可能是指大理寺少卿孟鹏孟大人。孟鹏妻室出自陈家。谢秀才，先前的事是下人听错误传导致的，对此本官深感抱歉。这样，稍后本官就将人押到贵府，负荆请罪。许大人也说这是误会，既然如此，那误会解开就好，不必负荆请罪。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为了大人你好。只是今儿我有点事，想请许大人你帮个忙，不知道能不能行。他相信今天真要让元宝去谢家负荆请罪，不出一天，整个流云县就会将此事传个遍，到时候他这个新上任的县令里子面子全都丢光了。何事？你只管说，只要本大人能做到，一定会帮。其实对大人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不是今年8月就要乡试吗？我在成亲之前家中没有亲眷，在哪倒是无所谓，但如今娶了妻，他带着2个女儿，下边有个弟弟弟媳，上边又有爷奶叔伯。我琢磨着我在府城也有宅子，自己出行倒也方便，只是他们随我这样府城县城的跑极为不便，这时不时来衙门办路引也麻烦，不知大人这边有没有办法解决下这个问题？这事好办，我写几张通行公文，盖上印章即可，时间就先写3年，你看行吗？行，多谢许大人。今日有时我在天香楼2楼设宴，一是为伯明贤弟和许大人接风洗尘，二是为陈大人饯行，还请各位大人赏脸，到时在百忙中抽空赴约。约莫等了半个时辰。多谢许兄的帮忙，眼下我还有事，得先回去一趟。今晚有事在天香楼给许兄接风洗尘，到时候还请许兄赏个脸。谢贤弟有事只管去忙，晚上咱们不醉不归。谢秀才，稍等一下，这位想来就是护国将军府上的陈浩陈公子对吧？陈公子你好，我叫闵卫忠，是流云县民府的当家人。今儿得知你前来流云县，作为东道主，我已在天香楼2楼设宴。少安兄，我知你今晚宴请是何意，但你之前已经买了那么多粮食赠送给老百姓，这不该花的银子还是不必花了。横竖都有人请客，不妨叫他出钱，我们到时候直接过去便可。伯明贤弟的话有道理，那就这么办。闵家主，今日陈公子前来，又恰逢许大人上任，我便在天香楼2楼设宴宴请众人，时间定在酉时。流云县的镖局便是闵家的，闵家主经商多年，又岂能不知道里头的门道？谢秀才你只管宴请，到时候结账银子算我的。就是不知谢秀才你订的厢房多大，可还有空位？伯明贤弟，你先进去，我有话与闵家主说。闵家主，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陈公子是来找我的，加上我与许县令关系也不错，为他们接风洗尘的同时，也为陈大人饯行。你若是有这意思，那晚上这局算你的。请客还是谢秀才你请，只是到时候结账我来就行。我的要求便是晚上的桌上有我的位置。这是自然。这样，晚上你与我坐一起，到时候我介绍许大人给你认识。许大人此次来此上任是何目的？闵家主你应该知道，只是我发现他脑子不如陈大人转得快，或许会想法子敛财。到时他要是暗示你送东西，你便当作不知。接下来的事都交给我。咱们流云县以往对陈大人是什么规矩，对他是什么就行，万万不可开了先例。行，那既然宴请许大人，要不我多喊几个人？当然，对他们我会叮嘱的。行，你不也是订了厢房在2楼？到时候让人换到一起，回头也好说话。对了，把曹哥也喊上，许崇光应该处的。曹哥要是不去，你就和他说是我叫他去的。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晚上你主局，人都是谢秀才你喊的，算你请客，我们结账就是。谢家，谢哥，爷和奶怕我爹的案子出岔子，想后天去府城，也让奶和大伯一起去。这录影，你看看能不能叫陈大人还是许大人帮个忙？月娘，你看看。姐，我是不是眼花了？我怎么看时间内写着云国大历12年正月14到14年腊月除夕？你没眼花，是3年时间。蔡娘，这下咱们要去府城，什么时候去都会方便许多，随时想去随时走。姐夫，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君子哥，姐夫把咱们一家的录影都搞定了，去府城的录影时间为3年，也就是我们想什么时候去府城，随时都可以去。有这东西可真好，回头等我和姐摆面摊赚了钱后，我就去府城租个大宅子，这样就算真的有灾害，咱们察觉到不对后，就立即启程去府城，如此也有落脚的地方，不用怕。姐夫，这真的是你找许县令弄的？这还能有假？陈大人，后天就要启程去庐阳府上任，新县令也已经到了，除了许崇光，其他谁敢给我整这东西？不多时，就听门外有人在喊：“你来做什么？谢秀才不在吗？不应该啊，我听说他回来了。”
不知冯娘子今日前来，所谓何事？谢秀才，能否借一步说话？有什么在那说就行，这里都是自家人，用不着避讳。谢秀才，我知道你有本事，我看上新来的县令了，想进他后院。我听说他这次就带了一个姨娘，我想你应该能办到的吧？只要你能让我进许县令的后院，往后我这条命也算是你的。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你只管吩咐。我老早就打听好了许县令的年龄，本来想他这次要是带着妻室过来，那我就打消这个念头。偏偏他就带了一个妾，那我想为自己争取一把。谢延之本来还在心里琢磨要怎么牵制许崇光，那人脑子不大好使，又贪得很。冯青莲倒是个好人选，野心不小，容貌过得去，对自己也够狠。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他有他所有的把柄。只是这年纪，这出身，别说是做县令的姨娘，怕是做丫头都会遭嫌弃。许大人那个妾，我亲眼看着他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去了咱们县城最大的悦来客栈，且还大手笔的包了下来。我听到他们和掌柜说这银子和县衙结算什么的，我琢磨这不是什么好货色，与其留着吹枕边风祸害老百姓，还不如想法子叫他缠绵病榻，比如千里迢迢前来此地，水土不服。说说，你为何要进许县令的后宅？林老爷的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前些天见了林二姑娘，然后林二姑娘开始针对我。我本想等林老爷随陈大人走后，再找个老实人家，好好过下半辈子。但因为林二姑娘现在日子过得艰难，娘家婆家都回不去，自己独自一人在外，又不得安生。加上之前王永胜和刘东升的案子，叫流云县许多人都知道我除了嫁给乡下汉子过苦日子外，别无选择。只是我不甘心，想我冯青莲容貌长得不差，年纪也不大，为什么要去过苦日子啊？我也打听过，她好像名声不大好听。我想谢秀才你和陈大人一样心系百姓，或许会有需要，这不我就上门自荐，咱们可以互相合作，不管你要做什么，我都可以帮你。我要的是富贵的生活，你若不信我，我可以把自己的命交到你手里，你随便弄些毒药来，我可以现在就吃下。只要能进许县令的后院，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你都愿意。对，割断血亲，改名换姓也成。会唱歌，会弹琵琶吗？唱歌会一点，据我以前那几个相好说，唱的也还行。琵琶的话不会，我从小乡下长大，早些年被转手卖来卖去，最后才到林府。反正不管在哪儿，都是当下人的命，哪可能学这些东西？那行，你留个地址，等我这边安排妥当，就会找人与你联络。从踏出这个门之后，你便不再是冯青莲，具体叫何名，要做什么事，会有人告诉你。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忘了自己该做的事。你这边有什么吩咐，也只管找人告知我就行。这妇人胆子不小。是胆子不小，不过之前合作过，办事倒也利索。奔波了一天，不去休息下，这会儿倒有时还早，晚上不知道要应酬到几时才能归来。怎么，打算今晚梳宿醉一宿，然后再歇一天，不急着去找苏姑娘了？找了又如何啊？他的家世注定不会让他娶一个商户女的。身为他的夫人，高门大户之间的应酬并不可少。他一出去，哪怕代表着陈家，但私下必然要因出身低微遭人嘲笑。加之有心人针对的话，兴许会叫人算计了去。想到这些，陈浩按捺下想去找人的心思。苏明山通过这段时日的接触，这姑娘的性子是真的好，他很欣赏，且他也是通透之人，想必真敞开了问他，估摸也不会同意的。毕竟他苏府就他这么一个子嗣。这一天晚上，许大人，这位是闵家主闵卫忠，县城的镖局、银楼、酒肆和米粮铺都是他家开的。这位是郭德发郭掌柜，县城的书肆和纸业全都是郭家的产业，由郭掌柜在打理。还有这位张家主张全林，流云县的铁和木料握在他手中。还有这位陈家主陈旺生，咱们县城的织布、染布以及马车行主要集中在他手中。最后来到曹爷面前，他看许崇光双腿抖得越发厉害，心里忍不住想笑。这位曹志曹家主，他是咱们流云县最大的盐商，这人我知道，之前我那贴身小厮闹了乌龙，便是这位曹家主心善带人去把我接过来的。许大人，这两位是我七弟，因今年初次参加县试，心里没底，我今日特意带他们出来放松放松，也顺便见识世面，希望你莫要见怪。不见怪不见怪，既然是谢贤弟的七弟，等于也是我七弟。谢秀才，我们大人喝多了，说话有些不经脑子，他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这两位后生不错，挺好的。老白，你瞎紧张什么？谢贤弟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自己思想龌龊，把别人都想得那么不堪。谢贤弟，我说的没错吧？咱俩谁和谁？你的七弟必然是我的七弟，自家人应该多照顾。来，喝，咱们不醉不归，
君子、征子，还不敬许大人一杯？谢家中。姐，明天15了，接下来咱们都得忙。我想趁着空闲去探望一下刘东升，你看如何？去看他做什么？看他倒霉的样子，我高兴，看了开心。上辈子他元宵这天喝得烂醉，回来就打我。如果只是单纯的打，或许我忍一忍就算了。可是刘梅花那个老贱人，非得说我勾搭王永胜那个老头子。刘东升说我既然那么犯贱，那就让大家也都一起看看。然后他就把我的衣服扒了，逼我跪在刘家大门口。蔡娘，姐，都过去了。我虽然恨，但现在那一切对我来说都像是一场噩梦。我现在过得很好，只是可能是节日的缘故，我就忍不住会想起来，然后气不顺。我其实只是想去看看他的惨状，好平复下我内心的伤痛。我知道我偏心青纱，但我做不到不偏心。采薇虽然也好，但她被卖得早，陪在我身边的时间有限。给我最大温暖的是青纱。那一天我受尽屈辱，是小青纱懵懵懂懂地脱下自己的外衣挡在我身前，又是她怕外人看见我的身子，就穿着单衣紧紧趴在我的背后。好了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你想去看那就去，要是气不过，给牢房里的人点钱，让人隔三差五揍他一顿。这种畜生活着也是浪费粮食。上辈子杨大花一家子根本就不管我，恨不得离我远远的，茂才舅舅也没来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被骗钱财的事早早就没了，没人给我撑腰，我受尽屈辱，又长期被刘梅花谩骂，我越来越沉默，哪怕心里恨得不行，却连逃走的勇气都没有。我虽然8岁就到了水云村，但刘氏一族的人即便知道刘家人做的那些事不对，却没有一个人为我做主。蔡娘，到时候我陪你去，既然要看笑话，两个人一起才好。这辈子你和刘东升什么关系都算不上，你这贸然去看人，或许别人会多想，但若是跟我一起，那就不一样了。走吧，咱们收拾一下，早些睡，明日早上起来咱们就去。咱们早去早回，免得孩子担心。谢哥，蔡娘熬了醒酒汤就在锅里，你先送他们几个人回房，帮忙洗漱一下，我去端醒酒汤来灌，不然明天早上起来肯定头疼。嫂子，这会儿时辰不早了，你先去歇息，这里我和少安兄来就好。元娘，你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和伯明贤弟。君子和征子晚上喝的有些多，可能要人看着，我今晚不回房睡觉。行，那我先去睡了。对了，谢哥，快此时了，你记得吃东西。还有，明早我和蔡娘要出门，你们要是醒来没看见我莫慌，我会给你们留早膳。你带2个孩子一起出去？没，采薇现在每日什么时辰做什么都安排得满满的，青纱会跟着她，所以不用我操心。我和蔡娘出去一趟，5时之前肯定回来。等翌日，姐，你来看看这些陈公子可是能吃的习惯？够了，挺丰盛的，且也算清淡。他们昨天喝酒，今早吃这个刚好。娘，你和我舅娘是要去哪儿吗？这话怎么说？我舅娘做好饭就回房换衣服了，她往常可不会这样。娘和舅娘要去牢中看看刘东升。有什么好看的？他和咱们不是没关系了吗？娘，万一你去了，他看见你就想起我，等他出来后又一门心思把我卖掉怎么办？他没那么快出来，我去看他也是有事才去的。采薇，你别担心，娘不会。姐，不去了，我不去了。采薇，娘知道你怕刘东升，也厌恶他，不管是他还是刘家的人，你都讨厌。但是娘要告诉你，他们并不可怕，只要咱们自己强大起来了，他们其实就是纸老虎，要不然现在也不会被关在大牢中。你说对不对？没用的，娘，他会出来的。等他出来后，要是来找我怎么办？水云村里大强哥哥还一出生就被送人了，但是因为爹娘在同一个村，还不是长大了要回去干活。他要是不愿意，他娘哭着在地上打滚，然后大伙儿都会说他没良心，说那好歹是他爹娘辛辛苦苦10月怀胎，给了他命。采薇，你的情况和大强还是不一样的，他只是过继，而你和莎莎是断亲。断亲你懂吗？就是往后你和莎莎跟刘东升也好，刘梅花王永胜也罢，还包括刘氏族人，你们姐妹俩和他们没任何关系，这些娘可是有文书的。当初为了带你们走，他们提出的唯一条件是你和妹妹不能改姓，但后来不也是因为刘家犯事改了吗？对，断亲和过继还不一样的，过继只是喊别人爹娘，在别人家养大，往后给别人养老送终什么的，但没说不能和亲生爹娘有往来。而断亲就是不往来了，以后没关系，是陌生人。况且你和莎莎不仅是断亲，还改了姓，那就更没关系了。你舅娘说的对，所以你根本没必要怕刘东升。来，咱们吃饭，吃完饭你仔细收拾一下，娘带你和妹妹去大牢，到时候你亲眼看看刘东升有多狼狈。他其实并不可怕，你就当看他最后一眼，之后斩断父女缘，从此不相往来。县衙大牢中，元娘，救我出去！救你？凭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元娘，你看在孩子的面上，就帮帮我吧。元娘，
你本来就长得不错，又是秀才的女儿，我看你现在穿戴也好，想来应该是攀上高枝了。你和你那相好说说好话，让他找人来救我好不好？元娘，我没有对冯青莲那贱人如何，我是被冤枉的。我娘是嫁人了，才不是什么相好。告诉你，我爹对我和莎莎可好了。你看我这衣服，我这头上戴的，你再看看莎莎的，没有你和你们刘家人，我们只会越来越好。告诉你，我和莎莎改名换姓了，从此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是坏蛋，我和姐姐有新爹，不要你。你是大丫？呸，你才叫大丫，你们全家都叫大丫。我和妹妹的名字都是舅舅从诗经里取的。哦，你知道什么叫诗经吗？我估计你不知道，你要知道的话，就不会给人做端茶倒水、点头哈腰的活。你这死丫头和谁说话呢？我是你爹，你这样对我也不怕遭天谴？还有，你这脸是咋回事？是不是抹了什么？死丫头，等她出去后，还是找个机会把她卖掉得了。这等不孝女留着做什么？如今她长得越来越好，再过个几年，应当会出落得越发标致。到那时，价格也能比之前再高一些的。只是现在这鬼样子，谁会要？李氏，你到底对孩子做了什么？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还有，他的规矩呢？谁叫他这样和长辈说话的？你算哪门子的长辈？采薇和青纱现在姓李，和你刘东升一文钱关系都没有。他们的爹可是谢燕之，我们爹叫谢燕之，还是秀才。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居然能勾搭上谢秀才，不错不错。他是天煞孤星命，那么倒霉，迟早倒霉死。他的家宅地段好，家产应当也有一些。你嫁给他，等他一死，这些就是你的了。好，元娘你做的不错。等我出去后，咱们一家4口。我让你胡说八道，让你诅咒我，你这臭嘴，既然不会说，趁早给我闭嘴。要惹恼了我，小心我拿针线给你缝上。蔡娘，我没力气了，你来帮我狠狠揍几下这人渣。我让你嘴臭胡说八道，我让你打妻儿，我让你想卖女儿，畜生，你就不配做人妇，不配做人妇。哦，忘了告诉你，翠柳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她已经被灵儿姑娘给灌了药落胎了，从此往后再也不会生育。怎样，是不是觉得很开心？李元带着2个孩子和王灿从牢房中出来的时候，还刻意给了狱卒2钱银子，叫他多多关照刘东升后，王灿和李元突然同时有了感觉。怎么变了？可以养牲口了？应该是有小鸡仔和小猪仔，且我也不知道是公还是母。这些估计也不用喂养，会自动变大，然后下蛋什么的。元娘，你还没说你做了什么？怎么地变了样？就连鸡和猪都可以养了？李元没瞒着他。如此，那是再好不过。元娘，你且等着，过些天我去找许大人商量商量，给你弄一个自由进出牢房探望的令牌，隔1个月打一次，咱看看能不能多几只鸡和猪。有了这些，咱肉和蛋什么都不用愁了。要是能再打出一条河或者一个池塘就好了，到时候应该有鱼虾什么的，往后都可以不用买菜。我也有这想法。谢哥，这地没了上边的房子，终于像正常的地了，我们也可以走进去，还能触摸。比之前好。等过些天，李家傲的人全部都耕种上红薯后，等于挨家挨户都积极向上奋斗，这奋斗值一下子上升，地就会变很多。只是这奋斗值上涨，威望值也跟着上升。这回不晓得能不能把这些地再扩大一点，这1分2分地实在有点小。不急，慢慢来。走吧，我们出去，不然在屋子里久了，别人要胡思乱想。蔡娘，你还好吗？我很好，姐你呢？相当好。两人这暗语说完，又相视一笑。这一幕再次落到谢燕之眼中，就变了味儿。不是，这2个女人可都是有男人了，咋回事？这是搞什么？元娘，这会儿时辰不早了，今儿是元宵，咱们是不是该出去买菜？你明日要摆摊，这该定下的，是不是还得再次去确认一遍？走，我陪你去。弟妹，这几天气温上升，现在也不用烧炕，君子和征子饮用的水什么，你注意着天血。还有米饭你看着蒸吧，多蒸点，家里几个大男人都能吃。好，谢哥，你怎么想陪我一起买菜了？君子考上的可能性不大，但多少还是抱持这些希望的。万一呢？这万一要是能过县试，之后府试院试都能过，那他可就是秀才了。将是元宵，我总得多陪陪媳妇孩子。至于君子和征子，能教的我大姨都教了，剩下的就靠他们自己掌握。县试其实并不难，只要学识扎实，很容易通过。前面主要考诗赋，后头考四书五经，以及默写些文章。谢哥，君子这中间空的时间太长了，你看他过县试的把握有多大？今儿才元宵，还有时间，不着急。我之前把那些书都提炼过，君子先看那些，加以理解，只要能完全吃透，要考上应该还是可以的。没关系，考不上也正常，就当是去熟悉环境了。等来年兴许就能考上，实在不行，后年也可以。这话别当着君子的面说，便是征子那也别说，他们俩压力都不小。我知道，因为是元宵节，这一天中午的饭做得格外丰盛。采薇拿着和妹妹一起先解解馋，等舅娘做完最后一道蒜蓉青菜，咱们就开饭。谢谢舅娘。娘，这糟菜好吃，这样炒出来，咱们用来夹馒头或者夹饼都很香。你说咱家的摊位也卖这个怎样？现在天气暖和了，这糟菜咱可以提早炒好，至于饼和馒头什么也一样。
总比娘你和舅娘辛辛苦苦揉面下面煮面要方便许多。不过咱可以先试试，明天先做点试卖，看看效果如何。要是效果不好，这馒头和饼拿回来咱自己吃。糟菜可以娘煮面或者炒面的时候一起跟着卖。你说的有道理，娘和你舅娘会考虑的。娘，其实比起绣花，我更喜欢做饭。虽然刺绣的话，做出来的东西价格高，但娘你也说了，那样费眼睛不好。而比起一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更喜欢做饭时的烟火气。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以后不后悔就行。要是能把一门手艺练到精，那也是很棒的事。不管是厨艺也好，绣艺也罢，在娘看来没有雅俗之分，未来你都可以靠此谋生。娘，我想靠自己卖头花和绢花攒钱，等我攒够了，你能不能出面替我盘一个铺子？到时候我自己招人做吃的卖，只是这时间可能要久一点，得等我11、12岁以后。得到李媛的肯定，采薇很开心。等他以后赚了钱，就能和师傅一样，可以给父母倚靠，可以帮父母养老。到水云村后，禾苗姐姐，我来看你了。禾苗姐姐，我给你带了我亲手做的头花和绢花，还有我舅娘做的枣糕，跟我娘买的绢花。好，就该这样。没了他们刘家，往后咱只会越过越好。大妞姐，这是我男人谢彦之，他表字少安，你喊他少安就成。水云村来看热闹的村民也过来了，心里泛酸。这李氏也真是命好，都不会生育了，还能嫁给一个头婚的秀才。关键是这秀才有钱，其上面没爹娘，中间没兄弟姐妹，旁边也没有什么亲戚之类的。她一嫁过去就能当家做主。她这情况到底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谢秀才，你在吗？是刘东林。谢哥，你认识他？不认识。那奇怪，他喊你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谢秀才你好，我叫刘东林，是水云村这一带的里长，也是刘氏一族的族长。当初李氏能成功和离，且带着孩子离开，也是我做主应下的。如果你来只是想说这个，那可以离开了。不是，我不是来说这个的。谢秀才，是这样的，我听人说你推算出今年的年景不会好，会闹旱灾，所以建议大伙儿种耐旱的作物，有这回事吗？是说过。你的意思是？我听人说你这有一种改良过的红薯，据说亩产很高，所以不知道你这边能不能允我一些。你从何处得来的消息？李氏带走了我刘氏的2个孩子，我总要找人盯着点。不过现在刘梅花一家已经不是我刘氏一族的人，所以2个孩子姓什么也和我们再无关系。至于这消息，是我请衙门那些吏须吃饭时听了一耳朵，然后又找人去李家坳确认的。他是个能耐人，上辈子就是他带着我们往外逃的，我们没染上瘟疫，又能到河东郡，都是他的功劳。我买的有限，除了给李家坳那边的外，剩下的真的不多。这里有半杯篓是给李大妞家的，你要是只有自家种，那等李大妞家这些育苗出来，应该能分你一些。若是整个水云村都种，我这边也供不了。打定主意一定要让村民们都种上耐旱的东西，反正跟着谢彦之这个博学多才的人走，指定没错。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不过还是多谢你。我说今年灾年这话，在众人看起来无凭无据，你怎么就信我？我花大钱托人买了2本画本，一本是农家子的仕途录，一本是瑶池仙子的凡尘生活。看了那2本书，再想想你去年在衙门中做的那些，又想起你往年的倒霉样，便有了70%的肯定。加上这几天的天气要比往年暖和，这叫我不得不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虽然水田都用来种红薯，有些可惜，但万一真的闹旱，那还是我们赚了。即便没有，那也没关系，顶多就是花钱买粮食罢了。何况红薯本身也是粮食，可以饱腹。我现在愁的是接下来该怎么办。要只是单纯的闹旱，我们提早种耐旱的作物，之后多囤下些，等这段时间缓过去就好了。可是万一要下雨，像你书中描写那种雨怎么办？我水云村那几座大山，万一雨下多了，极有可能山体滑下来，或者是山洪爆发。别杞人忧天，你一心为大伙儿好，是个好里长。放心吧，天塌下来还有高个子顶着，真要有不对劲就赶紧走。谢秀才，新县令人如何？和陈大人比的话又如何？人和人不能比，你要问许大人如何，我能说的是人还可以。谢秀才，真的会闹旱？这几天确实要比往年这个时候来的暖和。要按之前雪灾寒潮来看，现在这时候应该正是冷的时候。往年2月和现在差不多。元娘，你能带着孩子和相公来看我，我已经很开心了。干啥还费这个银子买东西？往后可不行再买了，不然连家门我都不叫你进来。这些东西是谢哥让准备的，你安心收下。还有这红薯，真的是改良过的，亩产量很高。闹旱的事也不是说假的，这些要怎么处理，你们要不要自己种植，就看你们自己。李大妞和她的婆家人此时面容都严肃了不少。如果最开始谢彦之拿出这个，并且表示今年的年景不好，会闹旱什么的，或许他们还不会往心里去。
但经过刚才刘东林来访的事后，让他们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谢秀才，这红薯真的是改良过的？对，每亩能增产不少。元娘，今年地里全都种上耐旱的作物啊。听我的，就全种上红薯。真闹旱到没水，起码地里不至于颗粒无收。若是天气正常，那你们这种出来的红薯也别担心卖不出去，可以全都卖给我。往年外头卖什么价格，我全都按照那个价格收。大牛姐，我和灿娘明天在县城的面摊要重新开业，下午事也不少，就先不在这久待了。是啊，大牛姐，三哥和君子也打算今年下场科考，现在都要姐夫指点，所以姐夫也忙。我本想让你们在这边多待会儿，稍后在这吃了晚饭再回去。刚好今天元宵，县城有花灯，城门会关得晚一些，也不怕到时候进不了城。既然你们这边都忙，那只能改日了。走，我送你们去村口。杨大花听到王灿过来的消息，就急匆匆来了。我听说你这边有什么改良过的红薯，给我来一点。听他开口就要什么红薯，当即翻了翻白眼，理都不理他，直接拉着李元上了马车。王灿，你个死丫头，白眼狼！我对你就算没有生恩，也有养恩，把你从8岁一直养到16。要不是我家，你一个孤女，早就被人给吞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了。我要你点钱怎么了？收你点钱也是应该的。没有我，你的坟头草都不知道长多高。我听说你家得了不少红薯种子，分我一些吧。李大妞才不理他，直接将人推出去。之后众目睽睽之下，大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杨大花会来要红薯，是听村里人说了刘东林和谢艳芝的对话。如今他手头已经没钱，他之前攒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两银子，也被3个儿子以分家的名义给刮得一干二净。在这情况下，3个儿子只是商量轮着养老头子，没有一个人愿意管他，更别说是照顾他了。他们只是每个月固定给他多少口粮，勉强让他能吃个半饱。他现在日子过得苦，感觉自己像是泡在黄连中一样。儿子儿媳不孝顺，村里人也不愿意与他多往来。他仔细琢磨了许久，觉得就是因为自己手头里没钱才这样。那杨大花还在做梦，想拿长辈架子压我，美不死他。用不着为那种人费心思，你该好好想想，晚上我们吃什么。娘，你们明天早上的面摊要开业，稍后回去要做许多准备，要不晚上就不用做那么复杂，咱们吃粉干行不？娘，那我来做好吗？晚上人多，要做的分量大，你铲不动，回头吧，等人少了，你要做随你意。那行，等做少分量的时候我来。娘，你看看那里。姐，你看看前边，那是大张氏一家吗？哪儿呢？你前面左手边再往外一些。这是犯事了。极有可能是高武回到陈家后，陈家主气狠，直接给报官了。当年换子，不管怎么说，这大张氏也是主谋之一。还有高武身上的伤，虽然差不多了，但疤还在。陈老爷看他那样，难免不会想杨家人是不是想杀人灭口。府城陈家，陈妙妙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不过是一回来就帮忙把他奶送到他那个好大伯家，回来眼角就走了。要早知道你是个这么没担当的人，我还这么费尽心思带你回来做什么？你自己摸摸你的良心，问问自己，你对得起娇娇吗？他跟你几年呢？你那时候有什么是他可图的？你被人害得要死了，还是他不离不弃的照顾你，且愿意嫁给你？怎么，你以为回来是陈家的大少爷，厉害了，有了花花心思，嫌弃起他了是吧？没有娇娇，你早就死透了。我告诉你李高武，做人要讲良心，你这般无情无义，往后也别认我这个大姐。姐，我没有嫌弃娇娇，我这辈子就她一个媳妇，怎么可能会嫌弃她？来，那你告诉我，这个丫头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昨天喝了汤后有些犯困，等醒来时身边就躺着一个人，我那会儿睡得有些懵，下意识以为身边的是娇娇，刚一伸手把人搂在怀中，门就被推开了。分明是少爷你昨天喊奴婢去房里伺候的，奴婢一进去你就抱着奴婢，奴婢不愿意，你就威胁要把奴婢发卖掉，奴婢是死气，没办法，只能从了。后来你就说奴婢让你很满意，要让奴婢给你生儿子，等有身孕就会纳奴婢为妾。我不可能做对不起娇娇的事，也不可能让除了娇娇外的人给我生孩子。说，到底是谁让你做这些的？在流云县时，大夫说我身子不好，让我和娇娇晚1-2年要孩子。娇娇顾及到我的身子，至今我俩都没圆房。我跟姐你来这边之前，还特意去济世堂找沈大夫买了男子吃的避子丸。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说让一个丫头给我生孩子？你昨天晚上喝的汤药是谁端来的？还有，娇娇不是和你住一个屋，人呢？她昨晚住哪儿？怎么好端端的早上回来，又那么碰巧发现？我也不知道，我才回来没几天，连府里的人都认不全，哪还记得住这些？不过娇娇昨天晚上没回来，是爹说我入赘严家的婚事不算。我现在不能和娇娇住一个房间，
得择吉日成亲后才行。我琢磨自己欠娇娇一个婚礼，所以和娇娇商量过后，同意了。娇娇在府城人生地不熟，身上估计也没什么钱，你还不去找找？人在哪儿？在家里待着，等他自动回来不成？你们这事我一定会查出来，给你一个交代。陈武只要一想到娇娇失望离开的眼神，就心如刀割。一想他可能就此离开，更是心痛难忍。得先找到娇娇，到时候和他好好解释，他没有对不起他。这陈府才住没几天，就这样闹幺蛾子，坏他们夫妻感情。实在不行就搬出去住，这里他还不住了。苏府，娇娇姐，我得回去了，不然平安要到处找我。要是平安问起我在哪儿，你就说不清楚。今日只是回苏府和小姐妹叙旧。娇娇姐，你真的不打算回去了？那里又不是我的家，回去做什么？娇娇姐，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个误会？五哥他不是那种人，他的身子都没好呢，怎么可能跟人乱来？或许是觉得人家姑娘年轻漂亮呢。那娇娇姐，我先回去了，明天再过来。陈家中，当初我娘和大弟弟你都没照顾好，现在一个在外边长大，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你就在他的婚事上乱插手。我们姐弟俩真是上辈子倒了血霉，才摊上你这个爹。你放肆，跟谁说话呢你？我是放肆，我还有更放肆的事，我可以让小五跟我去京城，到时候他们有我照顾。你这点破家财，想留给谁就留给谁，人家小两口一直都好好的，这才回来几天，你就给闹这幺蛾子啊？你自己婚姻不顺，想让儿子也跟你一样是不是？娇娇有什么不好的？你非得这样折腾人？我是觉得那姑娘不错，但是她千不该万不该，趁你弟弟被杨家欺压成那样，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时，提出入赘。我陈家的儿郎怎么可能给人当上门女婿？我看就是她一个孤女，家里就她一根苗，应该是老早就知道你弟在杨家不受宠，给存了心思的。不然你说她条件什么都好，为何一直迟迟等到20了还不嫁人？你就不允许人家情深？再说入赘这事，就我得到的消息是小五自己提出来的，和人家娇娇有什么关系？何况我去接他们的时候，娇娇还特意和我说了这事，根本没有什么上门不上门一说，只是让外人这么觉得。他们这是怕大张氏借着养过高武，上门寻麻烦才如此做的。你什么都不知道，尽是做让人寒心的事。我陈家就你弟一根独苗，她嫁给小五也有几个月了，肚子还没动静，我找人伺候你弟有什么错？小五和他成亲才几个月，就他身上的伤势来看，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当初有多严重。就这样还要他们圆房生孩子，你怎么想的？你是不是觉得你儿子命太长了？你放心，现在既然改了名，那就这样吧。今天元宵也晚了，等明天我们收拾一下，他们随我一起回京城。我的弟弟我自己护着，用不着你这个爹。陈武在书房外听了有一会儿，听到这些都是他这个所谓的爹做的，当即冷了心。姐，这陈府我不待了，陈府的一切我也不要，我和娇娇跟你去京城，我们有手有脚，总能赚口饭吃。小五，你可是我们陈家的男丁，别尽是说糊涂话。虽然你是我爹，但真正来说，我认识你也不过是这2、3天的事。对我而言，你只是一个不太熟悉的陌生人。和娇娇比起来，你得往后靠。这些年在我回陈家之前，我没吃过你一口饭，喝过你一口水，所以你也别拿长辈的架子来压我。若是你真要计较，那你找人算算，我和娇娇这几天在你家吃住要多少，回头等我赚了钱还你。这个家我是一定会离开的，我可以没有你，但不能没有娇娇。站住！陈武，你给我站住！来人，把少爷给我拦住！也不知道你这些年是不是做生意做傻了，把对外面的那一套用在自己儿子身上。刚认回来的孩子，你不与他培养一下父子情，也不顺着他一些，更是不去查一查他都有哪些喜好，你就完全按照你自己那自以为是的想法来。现在把人远远推开，那也是你活该。要我说，小五就跟我去京城，你这偌大家业，到时候想给谁就给谁，我们姐弟俩都不稀罕，就算如我奶所愿，给我那个好大伯也行。行了，这事就这样，告辞。妙妙，你在说什么糊涂话？我是你们的亲爹，辛辛苦苦攒下这些家业是为了什么？小五才回来，对家里的这些都不太了解，又对我有诸多误会。你这个做长姐的不帮着缓和一下，怎么反倒落井下石来了？我告诉你，就算你们想走也不行。我前几天已经去衙门状告大张氏和吴玉儿偷换我子嗣，又谋害我妻儿的事了。不管怎样，小五都得留下做个证人。难道你不想为你娘和大弟弟讨回一个公道？留在这也行，不过我们不住这里，我在城里也有间宅子，我们去那儿住。等这案子结束，我就带他们回京城。你一个出嫁女，成天掺和娘家的事做什么？小五是我们陈家唯一的男丁，你要带他去京城，去京城能做什么？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爹娘死了，是穷亲戚上门来打秋风了。我们从小可不是和爹娘死了没什么区别吗？我幼时你管过几天？我和你说，吴月儿不好，我乃别有心思，总是拿府上的东西去贴补我大伯，结果落得什么好了？在外人眼里，我还不是名声坏透，是个不孝女。我自己选婆家，眼睛擦得亮，公婆妯娌和男人都待我极好，哪像娇娇，原本还好好的，结果突然冒出一个公爹，就变成这样，真是好可怜哟。陈老爷被他怼得一口气憋在心头，上不上下不下的，这也就没选择了。但凡他现在再年轻个几岁，但凡他还能生出一个儿子，那他现在也不至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已经20几岁又刚认回的儿子身上。爹，小五我带走了，他和娇娇的行李我明天让巧云过来取，你多保重。爹，你这年纪也不算特别大，往后我和小五就不能在你跟前尽孝了，若是可以，你尽早再娶妻纳妾，或许等你100年之前还能看到子嗣长大。吕叔，我们走。他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偌大的府邸现在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明明他子嗣也不算少，结果夭折了一个嫡子，还有一儿一女不是他的，剩下一儿一女却不认他这个爹。他这辈子辛辛苦苦到底都在为谁忙？他都这岁数了，怎么还能再生出孩子？要不是他和高宁瑶算计，他陈家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样？都是他们的错，他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他不介意往里头添把火。谁也不知道，因为陈武兄妹俩和陈老爷的翻脸，直接让停滞不前的案子又往前迈了一步。这天晚上，还在府衙的孟鹏收到一份匿名的详细资料。元娘，伯明贤弟得到消息，钱通判的案子又有了新的进展，有人匿名举报他受贿，这回不是只有一家人，那举报名单涉及到许多府邸。来，你看这上头，我看这上头的东西，大多数都在先府里。说来得亏伯明贤弟前几天没跟着陈大人上任，不然咱还不知道这消息。现在子冉兄虽然得到这匿名举报，但因为之前钱府失窃的事，钱府基本上都空了，所以衙门那想要查也无从下手。但子冉兄认为这是钱府的苦肉计，就让伯明贤弟暗中找找，看看证据具体藏在何处。谢哥这么久了，钦差还没下来吗？伯明贤弟说，朝廷现在就这事在扯皮子，还说皇上原本命刑部侍郎接手这事，结果当天他下朝时就从马背上跌下来，摔断了腿。皇上大怒，命他一去诊治，结果证实是真的，然后这钦差就不了了之。现在似乎是有意让大理寺来查，如果是大理寺的话，极有可能就是让子冉兄做这个钦差。谢哥，如果是孟大人的话，是不是对咱们更有利一些？这是自然，目前没人比子冉兄更清楚这件案子，且他也一直在接管府城。再者说，他是皇上暗地里派下来的，我估计皇上本意是让他留在这查，但怕其他人反对，这才绕了一大圈。此话怎讲？如今几个皇子现在年纪都大了，各存心思，他们背后的外族便代表着各自的势力。钱通判这上头是何人还不知道，肯定有人不愿被查，会加以干扰。而想要在朝中立功赚表现的皇子们，又会想借此机会拉其他兄弟下马的同时，也好拉拢些朝中大臣。皇上正值壮年，哪愿意看到自己的几个儿子盯着他的龙椅？元娘，往后京城的水会随着皇子们年龄越大越浑，等我中进士后，我会找机会外放的，离京城越远越好。元娘，我想有朝一日做官后，往后外放的话，找个相对来说不那么富庶的地方，不然越是富庶，争夺的人就越多，相对的勾心斗角也厉害。若是贫苦些的，人人都不愿意去，只有那种地方才能不引人注意，且没那么多勾心斗角。这世道绝大多数人，只要有钱还有权，就会想些有的没的，也才会互相去算计。然而等到连饭都要吃不饱了，底下全是贫苦老百姓，每天想着也只有怎么吃饱饭这件事，哪还要有闲心想这些那些？所以还是穷点好，穷点的地方其实也好处政绩。谢哥，你看见和田玉观音了吗？清单上记载大概有3尺高。没有。那王羲之、兰亭序的真迹呢？也没有。电窑玉壶春瓶呢？也没。李元接连把他找不到的东西全都问了一遍，最后发现只有少部分能找到，剩余的都不在他搬来的那些东西里。元娘，我估计不见得都被钱通判送到京城去了。现在这边名单上有的，虽然也贵重，但要说价值连城的，却没有一件是。眼下咱们找出来的这些，得想办法，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重新送回钱府去。不过这有一定的难度。我听说钱通判自从气吐血后，到现在都还躺在床上起不来身。也正是因为如此，钱府一直闭门谢客。之前咱们钻出来那个地方，我估计也被堵上了。病得这样严重，都这么久了还起不来，那是不是该致仕告老还乡了？真病假病，你能猜不出来？现在连郑知府因为任官回避制度而夹着尾巴，不敢吭声了。他区区一个通判，又能如何？如果之前子冉兄的护卫没到，身边又没有伯明贤弟的话，或许他们心一横，悄无声息地把子冉兄做了，到时候推一个替死鬼出来，兴许这事还能就此接过。但是当时子冉兄身边有陈姓，还有一个伯明贤弟，所以他们就算想动手，也得掂量一二。毕竟伯明贤弟的身份不一般，他祖父手握兵权，父亲又在兵部任职，这后果不是他们乃至他们背后的人能够承担得起。
虽然他们终于等到伯明贤弟离开了，但偏偏在这之前，子冉兄的护卫也已到，所以他们都只能继续缩头假尾做人。我记得咱云国的官员治世的年龄是60，难道真要等他到花甲之年才能治世？现在钱府进不去，其他地方也不成吗？比如钱家在城外有庄子之类的，到时候把东西放那边去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他们到时候可以说是别人故意栽赃陷害。现在我们找出来的这些东西，只是近3年来的东西少不说，价格方面10件都抵不上被送走的1件。那没办法了吗？有，名单上只是写送的东西，但未包括送金银和钱票。若是加上一定数目的钱，外加粮仓中1半的粮食，那应该可以直接定罪。咱们收起来粮仓的粮食不少，他一个通判掌管粮运水利等方面，那这么多粮食从哪弄来的？可有购买记录，又为何囤这么多？可以说，粮食和银子就是铁证。那么多粮食也不是谁都能拿得出来的，除了主人家，其他人就算是想栽赃陷害，也不可能不惊动庄子里的人。只是谢哥，那你的意思，咱去一趟府城，回头看看，找机会拿出一部分粮食和钱，另外把金银细软之类的东西全都塞到那个庄子里去，等孟大人带人过来查。如果只是单纯的银子，那倒不用你跟着去，但是有粮食，还有那些名单上的东西，所以是得走一趟。元娘，银子少了我会赚，粮食不够咱就继续囤。何况这在仙府外头的田地耕种，收获也很快，所以不用为往后担忧。咱们就拿出1半的粮食，剩下的那些只给李家傲村民的话，也够他们吃许久，咱就分出1半，好吗？谢哥，我觉得既然要扳倒钱通判，这1半的力道可能还不够，要不金银和粮食我只留30%，其他的到时候都给他还回去。这东西越多，就越是能给他定罪。像钱通判这种狗官，能少一个都是老百姓的福气，不然一下子摁不死他，接下来还不知道多少百姓要遭殃。行，那就按你说的做。元娘你放心，我会选好时间地点的。等东西一放好，子冉兄的人就会过来搜查，不给那些庄子里的人有任何转移的机会。至于拿出来的东西，除了被妹收回国库，到时候押送往京城的外，剩余的只要在新阳府内，我就会想办法让他用之于民上。你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城门一开，咱就出发。走吧，谢哥，咱去吃饭，也好和他们说一声咱明天要去府城的事。好。采薇，娘和你谢伯伯明天要去府城一趟，娘算算时间，你太婆和大爷爷这个时候应该也到府城了。他们第一次出门，娘有些不放心，准备和你谢伯伯过去看看。我知道了，娘你放心，我在家会好好照顾好自己和妹妹的。君子，三婶，谢哥这边得到消息，钱通判和高宁瑶的案子都出了点岔子，我和谢哥打算过去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所以蔡娘、三婶，明天开始面摊多麻烦你们了。亲家舅舅，你看看晚点能不能找个手脚麻利点的妇人去摊位帮忙擦桌扫地什么的，银钱可以每日现结。好，这事包在我身上，等吃完饭我就出去找人。姐，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就要去府城？对于王粲，李渊向来不隐瞒，包括谢燕之说的解决办法等等，也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姐，要是70%都不够，那咱全都还了。姐，要是70%都不够，那咱全都还了。那种狗官，让他多做1天官，都要多祸害几个老百姓。咱自己有手有脚能赚钱，也能囤粮食，所以你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何况等李家傲的人都种上红薯后，姐你空间里的地应该会一下子多很多，到时候地里各种粮食都有，收获快等于产量也高，咱压根就不用怕。我知道该怎么做，蔡娘你别担心，没了钱府的那些，咱还有之前自己攒下来的。除此之外，谢哥不是也给了不少银子，这些加上空间的地，可都是咱的底气。姐，你放心，我会努力赚钱的。等有了你空间里的粮食，我们手头的银钱有多，到那时咱就找个好地方定居。我听说京城繁华，要不咱就去那儿吧。我姐夫是有大才之人，以后他肯定会中进士做官，哪怕后面是外放，但我估计也是几年后的事。所以咱就这样，等送李家傲的人去庐阳府，然后回来收拾收拾。我姐夫一考完，咱就去京城。蔡娘，咱先做好当下，什么京城之类的，等乡试以后看谢哥这边的情况。如果中举了，那就走。好，姐，你放心，我和君子哥不会给你们拖后腿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多赚钱。等以后你做官夫人不方便做的事，我们来。谢哥，咱回头再买个下人吧，也不做啥，就是专门赶车的也成。现在先这样，等回头中举后就买，到时安顿好李氏族人，咱就进京去。等进京后，咱要是手头还宽裕，就买个3进院，到时候老伯就看门，阿泰就当我贴身小厮，然后买个赶车的，
再买个扫洒的婆子和厨娘。除此之外，你身边也得买个丫头或者婆子。采薇和青纱身边也得各要个一个小丫头。这些都是要钱，到时候再说吧。我可以自己做饭，也可以自己打扫屋子什么的，没必要买的就不用买。你不是说往后要外放吗？那买那么多下人做什么？有个赶车的人，再有李老伯祖孙俩也就差不多了，大不了再加一个使唤的婆子。你是仙子，本就不该被这些事务所困扰。我能赚钱，怎能委屈了你？如今宅子小，住不了那么多人，不然我定然多买几个下人伺候你。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舒舒服服，每天开开心心就好。谢哥，那往后我不用下厨，也不用给你做吃的了，对吧？谢哥，还要我下厨给你做吃的吗？哟，厨娘归厨娘，你下厨归你下厨，这两者并不冲突。元娘，你下一次厨就可以许久不用做。我算过了，每次我吃东西，只要抓一把塞嘴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嫁给我这个凡夫俗子，本就委屈了你，我可不能在其他事上再亏待你。府城，这已经是陈武不知道第几次来苏府了，可是颜娇始终都不见他。他想不明白，自己都为他离开陈家了，为何他还执意住在苏府里不跟自己走？缪夫人，我配不上令弟，我与他还未办酒席，只是过了婚书。如他愿意，那我们和离；若是不愿，那给我写一封休书也行，我不介意的。娇娇，你跟姐回去吧。小武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其实也是被冤枉的。你跟姐回去，等这2天吴玉儿和大张氏他们换子的案件审理完了，姐带你们回京城。姐，我和陈武这辈子是没可能了。在他让那个丫头躺在他身边的那一刻，就没可能了。不是啊，娇娇，小武那时候都昏迷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主动让那个丫头躺他身边？他说和你还未圆房，说自己来府城之前，还特意去济世堂找沈大夫要避子丸。那丫头满嘴胡话，已经被我审问了。这一切都是我爹的主意，现在我们都不管他了。偌大的陈府，我们都不要，他想给谁就给谁，别拿此来要挟我们。姐，不是这个问题。陈武说他自己昏迷被算计什么都好，我只想知道丫头身上那么明显的痕迹是不是他弄的？是他吧？屋子里就他们2个人，他心里要真的有我，他在我进门后看到情况伤心走了，是不是会快速穿好衣服就追出来呢？我走得不快，这府城我一点都不熟悉，都不知道该去哪儿。他想追上我应该很容易，可是从头到尾只有素锦一直陪着我。他穷我不嫌弃，他被父母苛待我不嫌弃，他毁了容貌什么短时间内不能做工，我依旧可以不嫌弃，可以说嫁给他也心甘情愿。但是我嫌弃他有别的人，我嫌弃他没把我放在心上。我告诉过自己，他和别的女人发生什么，那也可能并非心甘情愿，而是被算计了。但是我走的时候，走了那么久，他又做了什么呢？姐，就这样吧，你去告诉他，咱好聚好散。不管结果怎样，你们俩这样让人传话也不是一回事。要不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要是不行，我会劝小武的。这几天不仅是你瘦了一大圈，小武也是。你能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吗？别在这苏府。行，那你跟我走，我找个茶楼雅间，你们单独说说。娇娇，我们和离吧。你要是不和离，休了我也行。你不说话，那我就当你默认了。既然如此，我们去街上找写书的人，让他带笔写封和离书。娇娇，我不和离，也不写休书，我只要你。娇娇，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这世上我谁都可以不要，但不能不要你。我只剩下一个你了，连你也不要我，那我活着也没意义。你想要用死来威胁我？没有，只是觉得没了你的人生是黑白的，没有人关心我，没人在乎我的死活。娇娇，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除了早上错把他当作你外，我碰都没碰过他。没碰过他？那他身上的痕迹是哪来的？房间里就你们2个人，别告诉我是鬼。娇娇，你误会了，那真不是我做的，我也不知道你说他身上的痕迹是怎么回事。我喝了药，怎么可能还兴奋得起来？之前你跑的时候，我浑身都是绵软的，想去追你都不行，又怎么可能有力气行房？自打咱们成亲后，我对你心思浮动。来府城之前，我去沈大夫，除了要避子丸外，还要了些那方面的药，就是吃了后会心静如水那种。来府城之前，我去沈大夫，除了要避子丸外，还要了些那方面的药，就是吃了后会心静如水那种。我想等身子好后吃避子丸再行房，这点你应该有察觉才是。我每日早上都很平静，和年前不同。那2种药丸我现在都还有，你要不信，只管拿去医馆问问大夫，那药丸都有什么作用。还有，你也可以回流云县问问沈大夫，我是不是从他那儿买了这2种药。娇娇，你别离开我好不好？我没有对不起你，也没有不把你放在心上。你看这样成吗？等大张氏他们的案子审理完后，姐要带我们去京城，去之前我让他带咱回一趟流云县找大夫。要是沈大夫证明我所言非假，你就别说离开我的话好不好？要是沈大夫那儿说没有，
是我骗了你，那你就当我亲自送你回去了。行，把你的药给我，苏府有府医，我问问他就知道。那你随我一起回去拿药，你亲眼看着我的药是从哪里拿来的，免得到时候就算府医说是让男人起不来的药，你都会怀疑是我花了高价临时从外头弄来敷衍你的。陈妙妙在府城的宅子，看到门口拎着一个包袱蹲在那的人后，直接黑了脸。颜娇没兴趣看这场闹剧，看着那丫头怎么都不愿意走，说清白没了，老爷让她跟少爷，还说老爷说如果少爷不留下她，就把她卖到花楼中去之类的。颜娇看出陈武眼中的不忍，深吸一口气，仰头看天。陈武，就这样吧，我们好聚好散。你不给我和离书，也不休我，也没关系，本身就是我娶你，那我给你一封休书吧。回头我会让人送一封休书到陈府，咱们此生或许注定有缘无分。再会。少爷，少爷，求求你留下奴婢吧，奴婢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要是你不留下奴婢，奴婢只有死路一条。前几天你与奴婢春风一度，或许奴婢这腹中有了你的孩儿。放开，你赶紧给我放开。不放，奴婢不能放。少爷，求你了，给奴婢一条活路，奴婢要的也不多，只是留在你身边，做你的丫头，绝不破坏你和少夫人的感情罢了。小五这样是真不适合娇娇，那是个好姑娘，不该因为她想要有这么一个好弟媳妇，最后毁了她一辈子。换做今天是她嫡亲妹子的话，她一定会叫她早早离开这种男人。只是如今这男人是她的嫡亲弟弟，是那个从小吃尽苦头被苛待长大的弟弟。她这个做长姐的没做到照顾他的责任，如今只能将他带在身边看着他。娇娇虽然是市井中长大，但她的观念和许多人不同。她容许男人穷，容许男人不好看，也容许男人身份差，但不容许男人还有别的女人。不说别的，就冲陈家现有的家财，小五又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即便他说他们姐弟不要这家财，但最后继承的应该就是小五。这往后前仆后继的女人会很多，就他这性格，真把娇娇留下来，最后只会害他郁郁寡欢。严家丫头，李家奶奶，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拎着包袱做什么？怎么高武那小子认回亲爹，富贵后就不要你了？李家奶奶，你误会了，不是他不要我，是我不要他了。我刚才还让人帮忙写了一封休书，然后花了3文钱找人送到陈府去了。从今往后，我和陈武不再有任何关系。咋回事？他当初那样，你都愿意嫁给他，现在他亲爹有钱，你的好日子也才刚开始，怎么就要休了人？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来了这里不开心。我想，既然都不开心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过下去？趁着矛盾还不算深，我也没成为怨妇，那就早早断了吧。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是回去流云县，还是继续留在这儿？你今天有地方住没有？要是没有，那就跟我回去。我现在住在少安的宅子，那里房间多，你可以选一间先住下。等他随王老太来到谢家2进院后，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和元娘当初有些像，但又不一样。你还年轻，又没有孩子，想要再找个人家也容易。只是你现在在这儿，等于是远嫁，身边也没有个亲眷，就得想想自己的以后。女人嫁人等于第2次投胎，要擦亮了眼睛找。你看元娘，之前差点把命都搭进去。高武那孩子经常和君子在一起，看着倒也没什么问题，但我听说他在家人跟前总是拎不清，这1年2年，年年都如此。作为他的媳妇会很辛苦，你与他分开也好，总比受气一辈子来得强。你看元娘和离后，哪怕带着2个孩子，现在不也好好的？你比元娘年轻，还未生过孩子，也好找人。我瞧你的眉眼，还未圆房吧？过去就过去了，人要朝前看。或许这次是你人生中注定该有的波折。横竖已经嫁过人，就算和离或者休了人，也不触犯律法。往后咱擦亮眼睛找个老实可靠的就行。咱有手有脚，也不图他大富大贵，只求他靠得住。不要哭，应该高兴。现在离开，总比到时候搭上后半辈子来得好。你吃饭了吗？走，我给你做吃的去，吃得饱饱的，把这些都抛到脑头。现在咱该想的是，怎么不靠男人立起来。李家奶奶，我会好好的，比以前更好。这样想就对了。我知道你对陈家那小子上心，现在一时半会儿要你不难过也不大可能。
你在我面前不用遮掩，难过了就和我说。我年纪大，劝人也有一套，让自己忙起来，就没那么多心思想有的没的。严家丫头，你现在在这府城也没找活做吧？那要不回流云县的话，也不好坐吃山空。你看，咱们一起合起来做点吃的卖如何？我看袁娘来钱挺快的。李家奶奶，你想做什么吃的卖？咱是租个铺子做，还是和袁娘姐一样摆摊卖？都不是，不管是摆摊还是租铺子，后人不说，前面也要花不少钱。我琢磨自己做点饼，用篮子装着，沿街走巷喊。我今儿出去的时候，还顺便打听了下，这里杂面烙饼一张1文钱，白面馒头是2个3文钱，肉包子1个3文。说来这价格比流云县贵不少。像袁娘摊子卖的那么大一碗素面，在这儿都可以装2碗，就这1碗还要5文。这样咱直接卖饭团，袁娘在流云县一个素菜饭团卖2文钱，咱们在这儿可以卖3文4文。只是这米柴火还有菜什么都要钱，加上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得出去。严家丫头，你看咱们卖什么比较好？要不还是烙饼吧，明天早上烙一些，我拿出去卖一下看看。要生意不好，咱就不做了。李家奶奶，你就在家里种点菜，养几只鸡。至于我，年轻也有手有脚，要找个活应该会容易一些。这里是府城，工钱要比流云县高，也只能这样了。生意做不好，到时候他就种菜养鸡。至于老大，年纪不到50，又会点木工的手艺，想来要找个工作混口饭吃也不难。京城城门外，青姨，你再忍一忍，马上就可以进城了。要进城了？对，真好，真好。他马上就可以见到秀雅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什么个情况。见到他这个大姐后，可还能认得出他来？小姐，奴婢看青姨怎么像要不行了。小姐，等进城后，咱先找家客栈住下来，奴婢马上去请大夫。你顺便打探一下郑国侯府在哪？既然到了这里没见到人，青姨肯定会不回去的。你打听好位置在哪了吗？打听好了。这郑国侯府听起来挺气派的，但再走下坡路，早就没以前那么风光。尤其是近段时日，侯爷还不知何故惹怒了皇上。据说早些年还是国公府可以世袭5代，在现任侯爷成爵的时候就被贬为侯府。如今已经2代没什么出色的嫡系子嗣，庶出这边也只有一个3小姐还可以，其他的也拿不出手。这3小姐芳龄几何？可是成亲了？回小姐，3小姐今年29年华，听说已经定亲了，婚期定在今年8月。奴婢听说3小姐的未婚夫婿是前几年落地的寒门子弟，当初之所以会落地，是因为会试在2月太冷，他衣裳太过单薄给冻的。这样穷吗？她一个侯府的3小姐，哪怕说侯府落魄了，她又是庶女，但应该不至于如此低价吧？再说那什么寒门子弟有手有脚，怎么会穷成那样？你看我谢姐夫，人家同样没有父母帮衬，也没有父母积攒下来的家业，且还只是区一个秀才，现在这日子过得不知比多少人都要滋润。你说这3小姐在侯府一众子嗣中算还可以，那是怎么看上对方的？奴婢也不知，只是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嫡母故意如此？还有小姐，这世上又有几个实践之这种才华横溢又通透的人，多的是迂腐的书生，他们觉得一开口就说钱得掉价的事。这种人嘴里说着不屑铜臭味，甚至还会鄙夷，偏偏心里又渴望钱财，虚伪得很。这种人咱新阳府就有许多。也是，像我谢姐夫这样的，这世上也只有一个。许多书生读书都读傻了，脑子一根筋的人，且有这想法的，多数是童生秀才之类的，只是能考上举人的，脑子不会那么不懂变通，所以才会觉得奇怪。素雪，既然那寒门子弟如此清贫，你买点文房墨宝投其所好，让车夫带过去，吹捧一下他，暗地里问问看，有没有和侯府那个3小姐有往来。若是有，等3小姐去的时候，咱们也过去，到时候我带青姨就等在外头，碰见她，咱就请上车叙一叙。小姐，不用那么麻烦吧，咱们直接下帖请侯府3小姐，就说她姨娘身份有问题，请她过来一叙。她不管怎样都是侯府的小姐，你家小姐，我只是区一个商户之女，我连个正经的宅院住处都没有，还下帖请人，我就算要给，那也叫拜帖，是我主动去求见人家，而不是在客栈等着人来见。听我的，
就先这么安排。若是他们没任何接触，那这婚事说不定三小姐本身不满意，或许会趁着成亲之前退亲也不一定。倘若有往来，你这边调查那三小姐的消息又没错的话，那这个寒门子弟的未婚夫或许不是我们表象所看到的那样。现在没见到人，我也不好下定论，也不用买太贵重的，价格在几十两内就好。素雪，你打听到那个寒门子弟现在住在哪儿没有？要是知道，那咱们也不用直接面对他，咱可以先去问问他周围的邻居，或许邻居会知道。至于怎么去邻居那打探，这个你们可以看着办，比如路过口渴借水喝，或者是来寻亲，找错地方等等。是，奴婢这就去办。镇国侯姓周，此时府中三小姐周彩静正在她姨娘的房中。你当真要如此狠心？为了你那个兄长，就让我嫁给一个见不得光的外世子？什么叫我那个兄长？我兄长不是你舅舅。再说，嫁给向阳有什么不好？他长得一表人才，即便是外世子，那也是右相家的。咱们侯府如今是什么个光景？你不明白？有本事这话和你父亲说去。右相家又如何？还不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外世子。他人风评不好，你为了那个我从未见过的舅舅，就要牺牲我的后半辈子。我告诉你，这绝不可能。我要退亲，你要是敢逼我，我就死给你看。不用你死，我先死给你看。我是你娘，我死了，你要守孝，也正好不用嫁了。你选吧，是你嫁人，还是我死？周彩静一直都知道她姨娘是个有野心的狠人，哪怕只是一个侍妾，但在这府中说话向来有分量。嫡母身子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府中的一切事务都是她姨娘在管，而她姨娘又是个知道分寸的人，府上不管什么大小事都会去说给嫡母听，尤其是在大事上会都让嫡母拿主意。在这之前，为了博取嫡母的信任，当年在生下她之后还主动吃了绝嗣的药。如今她姨娘在侯府说是二夫人都不为过，但因为她的克己复礼和聪慧，所以父亲将她当嫡妻一样的敬重她，甚至她还能面不改色做到为父亲纳妾，且为了嫡母放心，选的妾室人选都是寻常老百姓家的。更甚者，在妾室进府之前就会将绝嗣的条件讲清楚，让他们自己选择。这其中除了他父亲同僚送的美人他不这么做之外，其他他选的妾室至今没一个人有子嗣。彩静，你别怪姨娘狠心，姨娘知道你不喜欢向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姨娘，我那从未见过面的舅舅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重要到宁愿看我后半辈子不幸福，也要把我嫁给宋向阳，好让右相出手帮忙救人。彩静，姨娘是真的没有办法才这样。姨娘一直没和你说，姨娘还有个双胞胎姐姐，姨娘和姐姐是庶出的。当年被嫡兄送来京城之前，你姨母根本就不愿意。她性格绵软，是个没主见的人，遇到事就喜欢哭哭啼啼。姨娘知道，她要来京城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后来姨娘想了办法，叫她发高热，看起来像是得了天花，才逃过被送来京城的命运。只是姨娘怎么都没想到，她半路被放下后，居然又被你舅舅给带回去了。这些年，姨娘一直没有她的消息，能知道的都是你舅舅叫人传来的。姨娘只知道有一回姨娘不听她的话，没过多久姨娘就心疼了好几天，然后姨娘收到她的来信，信中有你姨母一张带血的帕子，说我不听话就等着给你姨母收尸，你就相信了？她说把人带回去你就信了？万一没有，是骗你的呢？你那么多年都没回去过，怎么知道人在她手里？她要你听话，听什么话？你说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只是一个没落侯府的姨娘，她能让我做什么？侯爷在皇上那儿又不得重用，手中也没什么权势，怕不过是往京城送的礼，让我转交给别人罢了。还有，你姨娘我确认你姨母在她手中，是因为最初那一年，姨娘我会收到你姨母亲笔所写的信，还有她寄给姨娘的帕子，这些都是随着她的信一起寄过来的。就凭借这两样吗？姨娘字迹可以模仿，帕子就更简单了，找个绣活好的绣娘都可以做得一模一样。你要不信，你写一行字，再找人做一张帕子，我现在就出门找人做这些，到时候你看看是不是一样的。不，那是你不了解钱良辉这个人，姨娘的嫡兄，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既然说人在他手里，那就一定在姨娘10几前不听话那次心痛的难以呼吸，那是姨娘和你姨母是双胞胎，能有感觉，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后来姨娘听话后就好了。姨娘就你姨母这么一个姐姐，
是姨娘的姨娘临终前要姨娘好好照顾的人，所以你为了10几不是20多年都没见过的人，宁愿牺牲我的幸福，也要让人去救那个一直要挟你的兄长，就因为你的姐姐可能在他手上。不只是可能在他手上的问题，而是他的罪名太大，兴许要抄家灭族。你姨娘我是出嫁女，进了侯府，哪怕你父亲再是不得皇上的喜爱，要护下我应当还是可以的。可是你姨母她不行。总之你要牺牲我，不是为了你兄长，就是为了你姐姐，对吧？那我呢？我在你眼里算什么啊？你那么为他们着想，可有为我着想过？我是你生的，命是你给的，你要我做什么，我会如你所愿，到时候嫁过去。只是从今天起，我与你再无关系。等我嫁人那一天，等于把命还给你了。从此往后，你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女儿。我的一切，不管是好是坏，是生是死，都和你再无相关。青姨，他们去新阳府了，咱的路引时间也快到了。你看咱们是回去，还是在这等？那就回去吧。回去之前，我写一封信。明善，你帮我送到镇国侯府去。好。素兰，你让方叔驾车送你去镇国侯府。这封信不管你花多少银子，请务必送到3小姐的姨娘手中。如果可以的话，你亲自送最好。小姐，奴婢这就去请大夫。素兰使了大钱，终于拿着信进镇国侯府。这个叫青梅，也叫韩秀莹的人，是你的谁？回妃姨娘的话，青梅青姨是我家夫人身边的贴身婆子，她本名韩秀莹，有2个双胞胎妹妹，一个叫韩秀云，一个叫韩秀雅。她现在就在京城，因为身子不大好，一直昏昏沉沉，整个人就剩下一口气，想见姨娘你最后一面。她要去看看人，那是不是她认为自己是韩秀雅时所认识的长姐？她要了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她不是叫钱雨飞，那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叫这个名字？可如果是叫钱雨飞，为何又会觉得叫什么韩秀雅？你说我的双胞胎姐姐叫什么？她现在人在哪儿？可还好？姨娘，你的双胎姐姐叫韩秀云，她在8年前已经死了，临死前生了1儿1女，大女儿叫李媛，小儿子叫李军。李媛李娘子与奴婢家小姐颇有渊源，她的女儿便是小姐的徒弟，李军李公子更是老爷的救命恩人。等等，你说几年前死了？8年前？钱雨飞松了口气，如果是8年前，那时间和他心痛对应不上，想来他们应该是认错人了。小姐，老奴看见镇国侯府的马车了，先前离开的时候也碰到过，只是那会儿擦身而过，现在又碰上了。他们好像专门在等什么人，尤其是那位夫人，长得很像李娘子。妃姨娘，姑娘，我大姐可是在你的马车里。妃姨娘，这是记起以前的事了。对，青姨就在我的马车里。大姐，对不起，是雅儿，对不起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雅儿，大姐我在，雅儿在。真好，雅儿，记得报仇。雅儿，你要记得报仇，还有云儿留下的1双儿女，你记得照看。会的，我会的。大姐，你放心。青姨，一旁的素雪像是想起什么，就见她从中挖出一个瓷瓶，直接怼着她的嘴，甚至还有些粗暴的捏开往里倒。素雪，你这是哪来的？李娘子给的，只是奴婢给忘了，就在刚才奴婢才想起来，这个什么必要时救命的东西，也不知道有没有用。青姨现在都这样了，就先用了看看。新阳府，元娘姐，你们这是？娇娇，你先去老地方，一会儿王奶奶就过去。元娘姐，我休了陈武，无家可归时，是王奶奶收留了我。现在我俩就卖烙饼，一天下来刨除成本，每人能赚20-30文。元娘，娇娇现在跟哪一个屋？家里房间多，娇娇想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谢哥，先垫一下肚子，你先去休息，我陪奶和娇娇去卖饼，晚点回家。奶，我先去休息了。元娘你也去休息，这点饼我和娇娇卖习惯了，知道哪里生意好，要不了多久就能回来。奶，我就跟你们去转转，顺便去买些米面肉菜回来。谢哥赶马车，这一路上都没怎么吃好。听奶的，赶紧去休息。你要的米面肉菜，等奶和娇娇卖完饼，顺手买回来就是。王奶奶说的对，元娘姐，你和谢哥一路奔波过来，也累得不轻，赶紧去休息吧。你要买的东西，晚点我们顺手买回来就是。这天的中午饭是严校长烧的。奶，我大伯呢？他前天刚找了活儿，从昨天开始就在东家那儿吃住，每天15文。这活儿是一个叫陈星的人给介绍的。元娘，陈星你知道不？他说自己是孟大人的贴身小厮，然后又说和少安认识。知道，之前也在这里住过。既然大伯的活是他介绍的，那就没问题。
陈兴说，目前钱通判的案子没那么好判，但高老爷的应该还可以。只是我想了想，高老爷的案子怕也没那么好判，不然也不会拖到现在都还没动静。元娘，我瞧这里挺好的，我打算过段时间，如果还一直不下雨的话，就把你大嫂、二嫂还有大伯娘接过来。早点接过来也省得肚子大了，在路上奔波出什么岔子。是这个理，所以我打算等手头的银子多一点后，就租个大一点的房子，到时候让你三叔他们也一起搬过来。这府城的银子也好赚，只要肯吃苦，赚一口吃的，总归没问题。至于我和你爷，就跟族人走，要是搬到庐阳府的话，那我们也一起去。奶，你的意思，我大伯和三叔一家留在府城，你和我爷跟族人走？不是，你这样的话，我大伯他们肯定不会愿意的。你让族人怎么看他们？族人会理解的，我们年纪大了，不想和族人们分开。族人在哪儿，我们的根就在哪儿。至于你大伯他们，也不可能一辈子住在府城，到时候玩大一点后，也会来庐阳府的。那我三叔他们呢？你这样做是打算分家？分啥家？万一征子能考上秀才，那就可以免徭役、免赋税，全家辛辛苦苦供他出来，不就是图这个？不然一考上秀才就要分家，生怕大伙儿沾他的光，也不管别人分家后是不是要服徭役、交赋税的话，大伙儿凭什么一开始辛苦赚钱供他？你晓得这叫啥不？白眼狼，过河拆桥。对，就是过河拆桥的白眼狼。元娘，你老实告诉奶，你是不是还恨着奶当初说分家的事？觉得既然要分家，为何不在当初你爹中秀才的时候分？凭什么在你爹没了后说是分家？其实看你们孤儿寡母，把你们赶出来。当初你爹读书科考，光靠我和你爷是供不出来的。你自己问问少安，读书每年要费多少银子？咱乡下人靠地里刨食，一年又能赚多少？你爹读书幼时，你大伯三叔有好吃的，自己舍不得，都留给你爹。一年到头，一件新衣都舍不得穿，只要家里买布，都说留着给你爹做，省得别人瞧不起他。等长大了，就开始赚钱供他。后来成亲也是这样，可以说你爹是你大伯三叔两家人辛辛苦苦一起供出来的。奶，我以前年轻不懂事，是曾经怪过，但是现在经历的多了，知道也多后，就没再怪过。我清楚家里为何举全家之力供一个秀才，不就是像奶你说的，为免赋税和徭役吗？只要不分家，那些都将和咱们没关系。王老太看他这反应，心里稍微宽慰了些许，又愧疚上来。他觉得都是穷闹的，当初但凡有钱也不会分家。老二家的立不起来就立不起来，要哭随便他哭，只要房子大了，自己在一边的院落去哭，没人听得见，心里也不烦。他要哭垮自己的身子就哭垮，反正不差钱，用药吊着就是。只要有钱，元娘和君子姐弟俩，一个何至于辍学，另一个又何至于那么轻率把自己给嫁了？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家里穷，所以还是要赚钱，赚很多的钱。你爹当初考上秀才的时候，你大伯和三叔除了沾了几年光，不用服劳役和徭役外，其他也没沾到什么。你爹一个秀才，还要继续往上考，每个月赚得钱，便是他自己抄书所得。但他有妻儿，所以那些钱家里都是让他自己留着，没往上交。像你娘自己绣花赚了钱，只少部分给我，剩余的都是他自己拿着花用，这是家里默认的。而其他人，不管你大伯娘也好，三婶也罢，每赚一文钱都要交到我这儿，为的是给你爹一教束修，二买笔墨纸砚，三攒赶考盘缠。其实这事儿要搁在别的家，或许你大伯娘和三婶早就闹开了。辛辛苦苦那么多年，都是为别人，有几个做得到？咱家也就你爹当秀才那几年，因为不用交赋税，所以能攒下来的钱多，日子过得宽裕一些。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没钱。家里有钱的话，岳父读书不用其他两个兄弟供，即便是岳父没了，李家也养得起岳母和元娘还有君子，所以还是要多赚钱。奶，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往后别再提这些。家里的情况我了解一些，我觉得分家其实也好。虽然君子和元娘苦了几年，但也磨砺了心智。姐弟俩在同龄人中
都属于佼佼者。元娘只是听说你和爷要跟族人一起走，把大伯和三叔他们留在这边，所以有些吃惊，也没别的意思。今年的年景是真的不好，这天气，奶你应该察觉得出来吧？如果要让他们搬到这边来，那趁早，别多耽搁。地里的粮食该舍就舍，要舍不下，看看留谁在那看着。其他人反正有路引，随时可以过来这边，到时候多囤些粮食和水什么的，然后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买卖，或者找份管吃住的活都行。我也不知道这情况会持续多久，咱保守一点，粮食囤够1年吃的即可。这里到底是府城，即便真的出现灾害，应对物资也要比小县城来得多。我估摸地里差不多也该育苗了，要不到时候让你三叔和大哥留在里郊，其他人先过来。不过元娘，你之前让灿娘找人做什么酿酒这事儿，我给拦下来了。像你说的，都要灾年了，这粮食得多珍贵，你居然要拿来酿酒，是怎么想的？是我想差了，奶你别生气。粮食既然留下来，那就留下来，到时候大伙儿还能多吃几顿饭。娇娇，咱们说会儿话。这是你之前来府城时让我保管的钱，另外还有卖宅子的。元娘姐，今年的年景真的很不好吗？对，所以你看看要不要和你叔父和婶娘说一声，让他们提早搬到府城来。元娘姐，不知道你手头方便吗？如果我想在这儿买个小宅子，钱不够的话，你能不能借我点？看你要借多少，不是很多的话没问题。只是娇娇，你得老实告诉我，你和陈武是改名叫陈武了吧？你们是怎么分开的？只要不是你的过，我去帮你要钱，该你的一文都别便宜他。元娘姐，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感情是不可以用银子衡量的。如果我要了陈家的钱，是不是就显得我以前不值当的感情就莫要再继续付出？有句话叫及时止损，现在其实还来得及。至于什么金钱衡量感情的话，那就是个屁。都不要的感情了，哪还有什么高尚不高尚一说？要是能换来银子，那才是最重要的。人活着不过是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有了银子，自己过得好不说，还能惠及你想惠及的人。娇娇，咱就是个俗人，也是个寻常的老百姓，还没到视金钱如粪土的地步。每天辛辛苦苦的忙碌，不外乎就是让自己和身边的人过得更好一些。再说是陈武对不起你，你要了钱和你曾经付出的感情并没有什么冲突。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别有身份，是在他最落魄的时候在一起的。你的感情是纯粹的，并不掺杂任何因素。要是陈武觉得你是因为银子，那我非得骂死他不可。他也不看看自己当初是什么样子，被伤了后又是个什么情景。说句难听的，你现在离开，对他来说才是对他更有利的。不管这事陈武是不是自愿的，但他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或许最初他是被算计，但在被你看到后，如果他的态度能摆出来，我估计以你的性子，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所以你不要他是正确的，除非你能容忍他以后有众多的女人，然后你只是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哪怕是正妻。娇娇，他的态度不坚定，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你并没有什么错。他是陈府唯一的子嗣，有妙妙姐在，哪怕他们嘴里说着不要陈府，但最后一切肯定都会是他的。等他继承，都不用继承，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女人前仆后继。他态度不坚定，面对一个一起算计的丫头都能心软，更何况是别的。我的性格与他不合适，就算勉强自己与他继续在一起，往后也不会快乐。对，看着那么多女人，不快乐的后果容易生心病，也容易影响寿数，而且女人多的后宅，是非和阴私也多。你现在离开，等于是在救自己，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他陈武亏欠你。娇娇，咱要他钱，只是对你的补偿，而不是拿钱买断以前感情的意思。得了，既然我已经清楚前因后果，这事你不用出面，欠你的咱就不能便宜他。我去找陈武，去找陈妙妙，你在家等着收钱就好。李渊见到陈妙妙，直接开门见山问道：娇娇跟陈武什么个情况？想来妙妙你也知道，现在他既然自愿离去，你们陈府于情于理，是不是该给点补偿？嫂子，我和娇娇挺好的，那封休书我不认，所以挺好的，是挺好的，好到你不顾自己的身子就和别的女人有染，好到你为了那个女的不顾她的感受，还把人留下来。你不认休书，用得着你认吗？娇娇真是瞎了眼，才会在你身上浪费那么多年，浪费那么多感情。她要是用那么多年养一只狗，狗也知道要忠诚于她。你呢？你算啥？娇娇现在已经想开了，愿意离去，不会妨碍你左拥右抱的。那么你是不是该给她些补偿？当年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她是怎么做的？现在你有钱有身份了，想来也不会在这上面小气的吧？这位夫人，奴婢知道你是少夫人的好友，这次是为了帮少夫人出气来的。只是之前和前2天的事，
都不怪少爷，少爷也是因为喝了酒，意识不清才会发生那种事。奴婢也没别的要求，只要留在少爷身边伺候他就行，是绝对不会和少夫人争宠的。这位夫人，你若是有少夫人的消息，麻烦你说一声可好？少爷这些时日一直在找她，因为一直找不到人，茶不思饭不想。妙妙，你们陈府的下人就是这般不知规矩的？贱婢，谁教你的规矩？让你在主子说话的时候不管不顾冲进来惊客的。来人，去熬一碗绝饲药过来，给我灌进去。这贱婢今日我得带走。小姐，求你放了奴婢，求你，少爷，求你救救奴婢，求求你，奴婢这腹中说不定已经有了你的骨肉。陈武反应过来，看到那丫头红肿的脸，还有她说的那些话，心有不忍。真是多情种。陈武，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一面呢？要早知道，我一定叫娇娇离你远远的。将这贱婢给我带回去，亲眼看着她喝下绝饲药，剩下的等我回去处理。元娘，不好意思，家教不严，叫你看笑话了。刚才你说给娇娇赔偿的事，我做主允了。姐，我不准。我准了，你准不准有什么关系？你看看你办的叫什么事？都20几岁的人了，做事心里一点成算都没有，难怪在镖局走镖那么多年，还只是个押镖人。别说娇娇不要你，就你这样，连你亲姐我都瞧不上。不知道你这边想怎么个赔偿法？你打算怎么个赔法？虽然小五耽搁了娇娇多年，也与他领过婚书，但娇娇到现在仍旧是清白之身。我清楚，不管怎么说，这事都是小五的错。所以你看这样成不？我陈府赔他一座2进院，外加100两，就当是给他往后再次成亲时的添妆礼。不知道妙妙你说的2进院是哪里的2进院？别是流云县的吧？还有100两，看着多，但在这府城其实也不多。之前娇娇为了跟陈武过来，还把流云县的他爹娘留给他的老宅都卖了。现如今他的户籍在信阳府，她一个姑娘背井离乡，在这人生地不熟地方，也不知道作何营生，那点钱也不知能用多久。娇娇是个长情的人，因为陈武的关系等于2婚女，加上这个年龄，即便还是姑娘身，就算想再嫁人，多半也只能是给人当继室。只是我怕因为陈武他冷了心，往后准备自己一人孤老终生，所以银钱方面我希望不少于200两。院落我希望是新阳府的，最好位于城东，能靠近我谢家，如此我们有来府城的话，也能照顾1、2。如果娇娇非得离开我，我可以按你说的补偿，只是有一点，往后她想要再成亲嫁人，得我同意才行。说到底，都是我亏欠她，所以我想亲自替她长眼。有你什么事？娇娇要再嫁人，有她的朋友和家人长眼，用得着你这个伤她的人？行了，给我滚一边去，晚点再找你算账。元娘，你的要求我都答应，你先回去，晚点我会亲自将改好的地契以及银子都送到你府上，到时候劳烦你帮忙转交给娇娇。还有，帮我带句话，我会看好小五的，是我们陈家对不起他，希望他以后能越过越好。我和谢哥会在这府城会耽搁几天，要是一时半会儿没靠近东城，我那附近的宅子的话，晚2天也行。至于银子，方便的话现在就可以给。如此也行，我还有空闲，让人给徐墨一座更好点的宅院。元娘，你稍等一下，我这就去账房取钱。你个蠢货，之前怎么和你说的？你跟我离开这里，等娘的案子一结束，就跟我回京城是不是？结果你倒好，居然直接跑回来，还又被人算计。怎么，你的脑子都是长在脚板上吗？你什么身子自己不知道？你是不是嫌自己命太长，才这般糟践自己？娇娇当初不眠不休地照顾你，费了多少心力，你这样对得起她？哼，也是，人家现在看见你就烦，所以你是活是死，人家也不关心了。元娘，这里有225两，多余的25两，算是我这个没缘分的姐姐给娇娇往后的添妆礼。还有我之前说的话，劳烦你替我转告一下。另外，小五和他的婚书，你看娇娇这边什么时候方便去一趟衙门？等过段时间吧，放心，不会耽搁陈武再娶的。元娘，我不是担心小五再娶的事，只是我爹这个人，算了，子不言父之过，反正尽早吧。那我先回去了，房契劳烦过2天送过来。你的话我也会如实告诉娇娇的。另外，这多余的25两，我先替娇娇谢谢你。那么好的一个弟媳妇就这么没了，是小五自己不争气，没这个福分。不过说来说去，始作俑者都是他爹，这笔账他晚上等他回来再算，问问他是不是真的打算就此不要他们姐弟俩。若是真不要的话，那他不介意带小五改随母姓。娇娇，这里有225两，
10两和5两的银子各有15锭，一共是225两，其中200两是陈家赔给你的，25两是妙妙给你往后成亲的天庄礼。除此之外，过2天妙妙会送一座2进院的房契过来，我要求位置在东城，靠近咱们这边。元娘姐，谢谢你。等宅子的房契到手，你收拾一下，回头喊你叔父和婶娘他们搬过来住。2进院大小是够了，加上这些银子，还有之前的那些，也有小400两。你先多囤点粮食，再寻思做点什么买卖。还有，这银子往后是你的依仗，不要全都用光。当然，我也知道你叔父婶娘他们都好，不会贪你这些的。我只是想叫你留点钱，万一有啥事能应个急。元娘姐，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好了，这事就算接过了。人要朝前看，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没了这个，下一个会更好。咱会找一个比陈武更好、更优秀的男子。娇娇，我很庆幸你能想开，不然我完全能想到你往后以泪洗脸的日子。陈武他本就不是个良人，这点从他一直让你等到20岁还未与你成亲就看得出来。这世间的男子那么多，优秀的男子比比皆是，咱也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你看，比如我哈，我24岁和离的，带着2个女儿不说，还被诊断不能再生。当时谁能想到我会有如今这番造化？那是因为元娘姐你优秀，所以谢哥才会被你吸引住。那娇娇你可错了，谢哥之所以会被我吸引，不是因为我优秀，而是他那奇差无比的气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吃了我做的东西才会不倒霉。他最初是为了自己的小命，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谢哥的霉运众所周知，不是1天2天，更不是1年2年。不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总之我认为他就是在等元娘姐你。你们天生就该注定在一起。你嫁到水云村日子过得不好，差点还因此丧命，而谢哥也因此运气越来越差。等你和离碰上谢哥，你们2人在一起，什么都好了。这就说明是上天注定的缘分。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有些事有些经历都是上天给的磨难，只要能度过，往后只会越来越好。陈武之于娇娇你，就好比刘东升之于我，只要离开了才会活出自我。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你就会碰上一个比陈武更好更优秀的男子的。你看蔡娘，她在赵家的时候日子也不好过，杨大花根本没拿她当一回事，甚至以为我要死了，就收了刘家的聘礼，准备将她嫁给刘东升当继室。但是她鼓起勇气孤身一人离开赵家后，你看现在日子过得如何？第2天他依旧起了个大早，和王老太烙饼出去卖。于他来说，能赚1文是1文，现在能赚，等回头真有灾害的时候，未必就能赚得到。他多赚1文就可以多买些粮食。元娘姐，你怎么在这？我刚出来就看见你和奶扶着一个人进了这里，看你们那模样，这是认识？元娘姐，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咱们边走边说。我得去给应公子请大夫。那什么应公子是咋回事？应公子全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刚才那座宅子的主人。之所以会认识他，是因为他不会做饭，每天都要管我和王奶奶买烙饼。是那宅子的主人？那宅子我看布局似乎有些奇怪。之前我也曾好奇问了一嘴，听应公子说是用来租给前来参加乡试的秀才的。咱这里离贡院近，又因为有举人像的美称，所以很多秀才都愿意花大钱住在此处。只是这边的宅子不多，且基本上都有人住，因此就算有人想住，这也没办法。应公子就想了个办法，除了原本的布局外，在空院中盖起了屋子。这屋子到时候1个月就要收5两银子，最低1个月起租。王奶奶一听，就那么小的一间屋子，1个月要5两银子，私下偷偷和我说，谁会钱多烧得慌，花那么多钱住这么小小的一间屋子？听说想要住正经的东厢西厢什么的，1个月10两起步。不过在我看来，只要能中举人，别说是5两了，估计50两人家都愿意。何况他还打出名号说，一旦中举，这租金全部退还。据说每年还真有人考上，所以只是免个别人的租金罢了，其他的还不是照赚不误。到底是读书人，脑子就是活络。嘿嘿，赚一次也就那么2、3个月，就够用3年。这应公子是府城人，家里就他一个人吗？也是有功名的书生吧？是府城人，和谢哥一样有秀才功名，其他的我不太懂，反正刚才我没看见他家人出来。不过他的事王奶奶应该知道，我之前好像还听王奶奶说应公子和谢哥也认识。娇娇，人既然不舒服，你们怎么不把人扶去医馆，反倒还扶回去了？我和王奶奶也是走到回来巷子口的时候，发现他不知怎么回事，在那儿大吐特吐，吐的都站不直身子。我们本想扶他去医馆的，结果他说要先回去，还让我们去仁心堂帮他请薛大夫。元娘姐，
我刚才回来之前，让人帮忙写了一封信送回去了。你说我婶娘他们到的时候会不会骂我？你放心，你婶娘才不会舍得骂你，等着吧。她过来后，就算有骂，肯定也是在骂陈武。你信不信？他们要是碰见陈武的话，才不会管对方现在是什么身份，指定对着他一顿破口大骂。奶，咱既然帮忙，不帮到底。不用，方才那个薛大夫是应公子的外祖，他会照顾的。奶，这应公子是咋回事？我怎么看着身子不太好？还有，他多少岁？成亲了吗？就我了解，应公子今年20有4，还没成亲，跟薛大夫是外祖孙关系。至于其他的，我也不清楚。元娘，你要是想知道，回头问少安去。之前听应公子说，他和少安关系不错，不过他往常看着身子也还行，今儿也是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变成这样。谢燕之属于那种，既然娶了媳妇，那自己外出不归的行程以及做了什么事都得和媳妇汇报。元娘，地方已经找好，只等后天午时之前去放好就行。只是我这边又得到一个消息，说是镇国侯府的3小姐要来新阳府，所以我想先缓缓，看看到时候是什么个情况，再做决定。有些东西咱们该交出的是肯定要交出来，现在咱就是看情况，决定银子和粮食到时候交多少。谢哥，消息可靠吗？他什么时候到？还有，我姨母和苏妹妹现在是什么个情况？跟那3小姐一起回来的？不是，我得到的消息，3小姐自己带着一个马车夫，一个丫头出门的。不过我还得到一个快马加鞭传过来的消息，镇国侯府和右相府闹翻了。而这次镇国侯府之所以能找关系施压，想要不追究钱良辉的事，也是借了右相的势力。镇国侯突然反水，会不会是因为我姨母的关系？那个3小姐突然来这边，又是咋回事？不清楚，咱先静观其变。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各地要春耕。我这几天还和子冉兄就整个流云河水域分析了一遍，顺带地走了2处有筑坝的水域段，发现问题都不小。钱通判这些年不知道都做了什么，水利管理极差。像元娘你说的，如果一旦有灾害，我是说水灾，只要雨大一点，下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哪怕流云县并不下雨，只是上游不断有大雨，最后可能溃坝冲往下游，整个流云县到时候照样还是会淹。谢哥，你的意思不仅仅是流丰县的堤坝有问题？对，今天回来后，子冉兄又往上递奏折，这时还去彻查。子冉兄说，2年前朝廷为了预防水患，特意往雨水多的府城拨了不少款项，专用于筑坝或者巩固堤坝用的。然而就我所知，流丰县这2年的劳役都是以清河道、修城墙和修官道为主，并未传出筑坝或者巩固堤坝的事。而我们这几天走的地方，那堤坝也不是新的。我们让陈信找附近村落的人问过，得知根本就没有重新筑坝一说。所以既然没重新筑坝，也没叫人巩固堤坝，那么这银子哪去了？之前朝中派来监察人员是谁？回去又是怎么汇报的？这银子他们合谋私吞了吧？要不是因为你和我说的事，我特意和子冉兄提了句，他也不会想去看看。结果这一看，问题可不小。子冉兄说，2年前拨得款，将来郑知府也参与其中。这下他的乌纱帽是被摘定了，就不知到时候是何人来接任。你说能让孟大人来这做知府吗？不可能，你还是莫要想了。他要是来此做知府，那叫被贬，可懂？那你说陈府能不能再动用关系，把陈大人往上提一提，再重新调回新阳府？要是陈大人回新阳府的话，我们李家傲的人就不用去庐阳府了。相信以陈大人的能耐，不管是干旱还是水患，又或者是后来的疫情，他都能处理得很好，老百姓到时候也不会流离失所。陈阳从一个县令跳到同知，这跨越本身就大，这前后才多久？再提为知府，元娘你觉得可能吗？新阳府可是个富庶的地方，现在灾情还未来，是众人眼中的香饽饽，朝中很多人都想在这边能分一杯羹的。那算了，到时候我们李家傲的人还是跟随陈大人吧。现在除了陈大人，其他的人我都不信能处理好这事。尤其新阳府治下的其他几个县令，年前做的那些丧心病狂的事，简直是毁人3观。3观是什么？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何谓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我们天庭的一种理念，所以你只要知道毁人3观是指颠覆大多数人一般看法的人事物就行。那几个县令做的事，确实是颠覆了我对无耻2个字的了解，简直是没有下限。其实不只是他们，便是郑知府也是如此。这背后若是没有他的意思，那些人又岂敢如此？谢哥，咱这巷子第5家的主人好像姓应，叫应磊。奶和娇娇都说应公子说你与他相熟。云静是个不错的人。那应公子是何人？我听说他年纪小小就独自一人来此，然后15岁中秀才后又一直没继续科考。对了，他外祖居然还是仁心堂的坐诊大夫。你怎么突然对云静这么好奇？也没什么，只是觉得他挺聪明的。然后又想娇娇现在是这个情况，他的条件好像也挺不错的，要是有可能的话，或许能成一对良缘。云静你还是别想了，他的情况有些复杂，我与他相熟，
交情却远比不上子冉兄他们，也在于此。情况复杂，是指家世。不过他外族也在此，那么应该不是母族，而是指父族。李渊看他没想继续说下去的意思，便也不好再问。他清楚，能让他知道的，谢燕之一定会告诉他。既然不说，那就是不适合他知道。严姑娘那儿，你暗地里点一下，让她往后不管什么原因，与云静少接触一些。不是说云静这个人不好，相反，她是个极好的人。我说的主要是指她的家世问题。云静一个人太久了，心里其实很孤单，而严姑娘人很不错。若是两人有所接触，我怕时间久了就都伤了心，那才叫坏事。她的富足不是她想断就能断，明白否？行，我知道了。娇娇现在还未走出情伤，我也不用刻意说，到时候点一下云静出身极高，想来她应该明白。这会儿时辰不早，你若是累了就先休息，我出去打一套拳，还得去一下书房。我陪你，你忙你的，我琢磨我的。现在我和菜娘就靠一个摊位赚钱可不行，我还得琢磨一下，看看可有别的赚钱门路。对了，谢哥，我仙府出现第4块地了，地里种的是棉花。棉花？元娘，带我去看看。彼时另一个房间内，王奶奶，咱这巷子里住的都是有功名的人，有举人，有秀才。我想这边的人应该以识字居多，你在这儿认识的人多，能不能找一个人教我识字？当然，我要的是女子，不管是姑娘也好，妇人也罢，只要有空闲有耐心就成。束修，我也会按私塾里的夫子所收的给，每天只要能抽出1个半时辰来教我就好。你怎么突然想找人教你识字了？王奶奶，你知道我大字不识几个，会写的也只有我自己和他以前在杨家时的名字。我想自己还是多识些字比较好，这样总比当个睁眼瞎来的强。多识字还是好的，娇娇，你别看我年纪大了，但也识些字的。你要是不介意，我先教你，我再给你寻摸寻摸。王奶奶，你识字？对，跟儿孙学的。我不仅会写全家人的名字，连《三字经》和百家姓我也会背一些。不介意，我怎么可能会介意？王奶奶，谢谢你，谢谢你愿意教我。娇娇，我识字教你这事，你可别往外传，尤其是元娘他们。等过几天你的宅子收拾好了搬过去后，我每天抽空过去教你。行，我不说。不过王奶奶，你既然教我，那这束修你看该怎么给？你可不能说不用的话，不然我就找别人了。那咱的束修就以粮食结算，你看怎样？每个月你给我5斤米就好。王奶奶，我估计给你银子你也不会要，这样我每个月就给你10斤米，然后逢年过节给你置办一身衣裳。若是别人觉得奇怪，我就说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留我开导我，我将你当做亲奶奶一样敬爱。不用衣裳，就1个月10斤米吧。那我1个月给12斤米，然后1年2身衣裳，就这样。王奶奶，你要不同意，那我就自己找别人教。大张氏、吴月儿和高年瑶的换子杀人案，没等到镇国侯府3小姐到来就开审了。至于大张氏，她只是参与换子且苛待陈武，但念其将对方养大，因此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直接杖50，刑5年。娇娇，这是我赔给你的房契，另外我有点事找你商量，之后答不答应主要在你，我绝不会勉强你的。你说。今天换子案审理，我爹那个糊涂蛋居然说出大张氏不管怎么说都养大小武这话，我想他年纪大了，就该好好颐养天年，而小武他扶不起来，我爹要是躺下，这个家估计也就完了。我想你要是愿意的话，能不能跟小武生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好，从此往后小武不会再有子嗣，陈家也不会再有其他的子嗣，这陈府日后便由你的子嗣继承，当然我会让他从小在你身边长大，不会把他抢离你身边的。很抱歉，你的要求我做不到。娇娇，你先不忙着拒绝，且听我说完话再做决定。咱女人始终是要嫁人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嫁给自己所喜欢，他也能喜欢你的人，就算是彼此喜欢，也会因为各种问题而分开。就好比你和小武，你喜欢小武，他也喜欢你，可最后呢？娇娇，这世上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了，你离开小武，也不能保证往后嫁的人就一定是个好的。倘若你不嫁人，自己决定孤身终老，那何不多个孩子？你若是怕小武与你纠缠，这点你大可放心，我会暗中安排，不会叫他知道人是你就成。你多一个孩子，等于多了陈府的家财，也不用为孩子操心。而于我而言，陈家后代有出息，我也不用跟着操心。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你生了子嗣，若是想再嫁也没问题，只要你愿意，孩子就跟在你身边。往后我会固定给你送银子，本身你就是再嫁的身份，所以多一个孩子，只要自己有足够的底气，夫家也不会因此看低了你去。若对方因此而看低你，又或者苛待孩子，那这种人是不值得嫁。娇娇，这世上不如意的婚事很多，其实在我看来，只要自己底气足，夫婿若是不好，和离或者休了对方后，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女人的价值不一定非得体现在所嫁之人身上，只要你肯生一个陈家子嗣，我愿意扶你起来，往后你自己养几个面首也是可以的。陈小姐，你说的我也觉得有道理，只是我不想再与陈武以及你们陈府有任何关系。我不图钱财，也不会贸然生下一个从小没有父亲关爱的孩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若是无事，请回吧。陈妙妙没想到自己苦口婆心的劝说，对方态度极为坚定。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越发欣赏对方，心里将陈武又给狠狠骂了一顿。真是蠢货，这么好的媳妇儿就这样弄丢了，活该人家不要她。元娘在吗？我找她有点事。我也不知道，我去帮你问问。不好意思，陈小姐，元娘姐出门了，你若是要找她，请改日。老人家你好，我叫陈妙妙。王老太等陈妙妙说完后，陈妙妙是吧？我瞧着你也是个不错的姑娘，怎能说出这种话来？明明你们陈家不好，你弟弟不好，为何非得让娇娇卷进你家的烂摊子里？她自己有叔父，有婶娘，有朋友，也有银子。虽说嫁过人，但还是个黄花大姑娘。只要睁大眼睛，往后可以找个比你弟弟好千百倍的男子。为何要想不开，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不说别的，就咱这巷子那家的应公子，都不知道比你弟好多少。人家好歹是个读书人，有秀才功名，马上就要参加乡试，到时候一举高中，可就是个举人。你看你弟可比得过让人家？行了，你要是来就为了说这事儿，那你回去吧，我这不欢迎。陈妙妙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一边在心里琢磨，还有什么人是适合给她陈家生下一个子嗣的？她对弟媳妇的家庭没什么要求，只要对方人不错，哪怕不喜欢小武也没关系。她陈家只需要一个日后可以扛起陈家家业的子嗣，且孩子的母亲一定要明事理才行。王奶奶，这是刚才陈妙妙亲自给我送过来的房契，你帮我看看具体在哪儿？我怎么看着这宅子好像是前头那条街的，但又好像不是。这要是那条街的，那岂不是说前面还有个铺子，后面是2进院，可以直接住人？这样我都可以不用盘铺子，就能做点吃的，直接卖。不是，娇娇你看错了，这房子离咱这里不远，不在靠街的位置。你先将房契收好，我明天带你过去看看。这房契到手，咱也该过去收拾一下。好，谢燕之和李元商量过后，决定这次留下全部的银锭，外加4成米粮，剩余的那些古玩字画以及金银细软全都还回去。谢哥，这时间掐得很不错。是不错，接下来还有更不错的，元娘只管拭目以待。叶哥，你是怎么和孟大人解释那些东西具体在哪儿，又是怎么让他相信的？还有，我们放置的时间与他们到来的时间又是相差如此近，都可以说我们前脚刚走，他们后脚就到。钱府库房一夜被搬空的事，大伙儿其实心知肚明。钱府护卫说什么鬼神，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既然不是鬼神，那就是人为。陈鑫跟在子冉兄身边久了，对那天的事本就有所怀疑，但没猜到具体是谁做的，只是觉得可能和我有些关系。当然，我不可能承认是我们做的，但也言明我有认识这方面的能人，此事是他们做的。然后我又说我知道后去找过他们，让他们不要动那些东西。我不知道子冉兄信了几分，只清楚他听到这，再三与我确定我认识的人靠谱，且东西都没动过后，就主动说将东西偷摸还给钱府，如此他们也好找到这些物证。今儿我带你出来之前，还特意去找了几个3教9流的朋友，也是意在于此。或许元娘你都没发现，他们现在也住在这边，只是比咱们晚半个时辰到的。子冉兄人心细，或许会多想，所以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明日咱们会跟我那些朋友一起回城。我与他们说过，让他们走这一趟，回头给他们几两银子买酒吃。至于子冉兄呢，即便会盯着那些人，但也答应过我，不会找那些人问话，更不会揪着不放。还有，他也会守口如瓶，不会将这事给泄露出去的。谢哥，你身上的银子还够用吗？这些你先拿着。不用，我这还剩下一些，应付明天的事，绰绰有余。有个只会上交钱财，从不主动要钱又护着他的男人，李渊欢喜的同时也有些郁闷。他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觉得自己好像被豢养了一样。给你就拿着，没必要把自己排除在我之外。没钱了还要自己另想办法赚钱花。谢哥，咱俩是夫妻，你就算再赚的钱，也应该告诉我从哪儿赚的，有多少。
我不太喜欢你一次性给我多少，之后再赚的我都不得而知，然后又时时担心你没钱的那种感觉。往后我即便只是赚1文钱，也告诉你是怎么来的，然后我所需要的银子都由你统一给我。这样才对。咱们是夫妻，本来就是一体的，而不是将自己排除在另一方之外。一天天胡思乱想，赶紧睡觉去，别想有的没的。要是睡不着，我不介意与你大战300回合。就你还大战300回合？谢哥，你听过一句话吗？没有耕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嘴欠是要付出代价的。娘，钱通判昨天夜里被抓了，陈星和我说，今天孟大人要审1天的案子，都和咱多少有些关系。你这烙饼，要不先给严姑娘去卖，咱今天去衙门观看。娇娇，要是今天元娘她爹能沉冤得雪，那这烙饼咱今天不卖了，到时候我就发送给大伙儿。当然，该你赚的银子晚些我给你。王奶奶不用给我，咱今天就不卖饼，去看看那狗官的下场。要是被判死刑，咱回来路上就去买鞭炮。这位姐姐，你等一下，我有事找你。不知道这位姐姐叫什么，家住何处？家中母亲可有兄弟姐妹？镇国侯府3小姐周彩静。对，我是。不知道姐姐你怎么称呼？来这又是为何？彩静你好，我是你的表姐，叫李媛。如果不出错的话，我娘和你娘是双胞胎姐妹。我来这是为了看钱狗官的下场。此话怎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钱良辉可是我姨娘的嫡兄，是我的舅舅。如果你娘和我姨娘是亲姐妹，那么此人也该是你舅舅才是。如果你真的认为他是你舅舅的话，那你现在应该出现在钱府，而不是这里。所以真相是什么？我娘姓韩，出身小地主之家，一门3姐妹，长姐叫韩秀莹，我娘排第2，下面还有个妹妹叫韩秀雅。你若是来寻找真相的，那今天就好好待在这儿，看看具体真相是什么。我外祖一家因钱良辉家破人亡，现在除了姨母和你娘外，韩家没有别的人。而我家也因为钱良辉的撑腰，他的爪牙杀了我那前来府城参加乡试的爹，新仇旧恨。今天作为苦主，我得为我爹娘与韩家讨回公道。高宁瑶，你说为派人杀害李建安，可有证据？回大人，草民是良民，从未有过杀人之心。不知大人嘴里所说的证据是什么？又或者要草民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草民家大业大，竞争对手极多，他们一心想要扳倒草民，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草民说什么，反正大人都不会信。既然如此，即便有证据，大人也会说那是假的。大人对草民误会颇深，草民想，接下来大人为了破案，或许还会对草民屈打成招。云国顺元9年5月2，你在流丰县街上第一次碰到高宁瑶，见其容貌俊俏，风度翩翩，且穿戴不俗，自认容貌秀美，便起了心思。之后悄摸跟在其身后，见人进了流丰县最好的酒楼唐香楼，就去赌房借了利钱，也跟着进去。眼看高宁瑶与人吃完饭下楼，你便紧跟在后结账出门。只是不巧的是，在出门时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撞到前面的高宁瑶。你下意识双手紧搂她的腰，借着救命之恩开始往来。无事，可还要我继续念下去？大人，民妇自知死有余辜，不知道提供高宁瑶让护院伪装盗匪的证据后，可否将高家的家财拿出1成分我那1双儿女？若是大人能够做主，那民妇愿意提供证据。如果你能提供确切的证据，那本官愿意将你1双儿女带离此地。你那1双儿女已大，尤其是女儿，正是谈婚论嫁的年纪，留在此地对她也不算好。那他们住的地方和银子？他们年纪已大，有手有脚的，不管做什么，总能赚口饭吃。住的地方，本官相信只要你能提供证据，高夫人还是愿意出个1年半载的租钱。大人所言甚是，民妇愿意给他们姐弟俩50两的安置费。大人，民妇还有一事求大人做主。何事？陈家这些年因为民妇得到不少益处，民妇被休，那民妇和孩子的东西理应归还民妇，只是当初被赶出门，什么都未来得及收，恳求大人做主，让那些东西全都归还民妇和2个孩子。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你们自行商议。老爷，娜娜他们喊了你10几年爹，你陈家也是因为我，姚郎才会一直对陈家的生意颇有照顾。若非因为我，哪有陈家的今日？如今你休了我，请你看在我算是为陈家做贡献的情分上，我那些珠宝首饰还有孩子们的东西，都让我们带走，可行？这个女人害死他妻儿，还常年给他戴绿帽，更甚者还让他给别人养了10几年的儿子，最后陈家的家财可能还会落入他人之手。就这还和他讲什么情分，简直不要太搞笑。你我之间还有什么情分可言？为我陈家做贡献？做什么？躺在别人床上给我戴绿帽的贡献？当初你来我府上做妾时，是孤身一人来的，你和你那2个野种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我陈府的银钱买的，你们还想带走？我便是叫人扔了，也不会给你们。姐姐，你不是说来看钱通判罪有应得的案子，怎么是这个？
这个高老爷他是钱良辉的狗爪，我爹就是被他害死的。他这涉及的东西有些多，审人之前先把狗爪砍断不是？等着，这个人身上案子多，等他结束就轮到钱良辉了。彩静，我大伯跪在那，作为苦主大哥状告高老爷，你说我是女儿，能上前去替换他吗？元娘莫急，你爹的案子就让你大伯来，等这些结束，韩家的需要你来。奶，这位是我小姨的女儿周彩静，也算是我韩家人，她也一样可以。不成，这事儿还得你来。人家是侯府的小姐，哪能众目睽睽之下上公堂？再说，人家现在到这，情况明白吗？我今儿才到新阳府，什么情况都不懂。甚至在我看来，钱良辉这个通判才是我的舅舅。现在姐姐你贸然说是我表姐，还说我姨娘是韩家人，且一点证据都没有。就这，你要我作为苦主去状告我舅舅？我这脸不就是最好的证据？要不我带你去苏府，让收留姨母多年的苏夫人给你讲一讲姨母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当年又是遭受了什么苦难。对了，苏府还有姨母的画像，还是过年期间画的，你要不要也看看？或许你还不知道，钱良辉的身边有个能人，他能让人没了以前的记忆，然后编造一个新的身份。我姨娘说她和我姨母是双胞胎，互相之间有感应。不知道我姨母现在可是在这府城，10几年前又发生了何事啊？13年前我爹来这府城赶考，被那高老爷给杀了。不知道我小姨有没有和你说，我娘的性子绵软，她特别依赖我爹。突然得知我爹没了，一时间受不了，就伤心过度，每日都在哭。如果小姨有什么反应，或许是因为我爹没了，我娘心痛。那我能去看看姨母吗？我姨娘说姨母长得和她很像，只是性格不同。我娘8年前病死了。姨母没了那天，是不是云国大历4年9月初6？具体时辰在酉时末。对，就是那一天，那个时辰。虽然我心里已经相信你应当就是我的亲表姐，但这种事还是慎重点比较好。我不会贸然认下你，也不会贸然去否定钱良辉便是我舅舅。当然，不管他是不是我娘的嫡兄，他的事我以及侯府都不会去插手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是区区一个通判。那如果你确定自己姨娘就是韩家人，是不是可以帮忙踩一脚？这是自然。如果我姨娘是韩家人，那我要她钱家永无翻身之日。姨娘说是及笄那年被送到京城的，等于她被钱良辉利用了整整20几年，可以说占据了她人生的大半辈子。她会与人为妾，会在府中做所谓的二夫人，也皆是因为被催眠的结果。这样着实可恨。横竖现在你已经到这了，也不急一时半会儿，要不你先去休息，有啥事咱回头再说。你这2天也可以好好查一查钱府的那些人。不过我觉得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钱通判让大师给你姨娘换了记忆，想来也可以给别人增加一些莫须有的，只是他催眠得了1个2个，催眠不了所有人。到时候要你自己多听听，然后好好判断。我心里有数。那你先忙，我回去休息了。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吴氏提供了证据，当年护院假扮盗匪的人里有个是他的爱慕者，也是他娘家的一个远亲表兄。那人当初并未死，而是在被所谓的剿匪之前就得到消息，以家里有事率先脱身离开。吴氏说这几年2人还有联系，且那人手上也有证据，所以大人派人去抓人了。那人家里住哪里？要是在其他县，那这案子又得等人抓回来候审。没，都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人就在府城。他躲了2、3年后，在吴氏的帮助下，现在在高家的铺子里做活。吴玉儿、换子杀原配夫人和嫡子，外加隐瞒高宁瑶罪名，处死刑，择日问斩。陈老夫人参与换子谋害儿媳和孙子，本意要重判，但有陈老爷这个苦主的谅解，外加年岁已大，因此只判了3年。高宁瑶数罪并罚，最终判令隔日午时城外斩立决。奶，大伯，你们明天等高宁瑶斩首后就回去，还是直接留在这儿？到时候让三叔他们过来。我这活还没做完，大概还要1个半月，就先不回去了。元娘，你大伯就先留在这儿，奶这些天生意也不错，等几天吧。你呢？你什么时候回去？到时候奶和你一起回家。喊上娇娇，她应该也是要回去一趟的。我这边差不多等案子结束就得回去。君子和征子快科考了，奶，你年纪不小，接下来年景不好，我觉得你还是别来回奔波的好。像你现在挺好的，自己种点菜，养几只鸡，再做些烙饼卖，不是挺好的？我身子还利索着，不碍事。
我得看看君子和贞子的红榜。娇娇，我知道你在里面，也听得见我说话的声音，我知道自己错了，今天前来负荆请罪，求你原谅我这一回，我保证不会再犯。停，你就站在那儿，别过来，有话就说，说完赶紧滚。娇娇，咱们是夫妻，是两口子，没必要这么生疏。谁和你是两口子？我已经给你休书了，别告诉我你没看见。旁边刚好有那考了多年乡试但又一直没中举的迂腐秀才，开始批评燕娇。我之前是招赘上门的，所以不满意他背着我和别的女的搅和在一起，给休书有什么不可以？娇娇，我一直对你都是一片真心，求你别这样和我说话。我知道你心头有气，但之前那些事也不是我故意的，我可以用自己的命发誓，一辈子都对你好。娇娇，你原谅我好不好？咱这2天就可以跟姐一起去京城。这位娘子，都说夫妻俩床头打架床尾和，你之前能招他做上门女婿，应该也是极喜欢他才是。既然这样，何不给他一次机会？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他已知道错，给他一个机会吧。他一个大男人，众目睽睽之下下跪，诚意已是满满，你就原谅他这一回。程武，我本不想给你休书，想着和离就好。我听我写休书的人说，和离书中有这么一段话：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一别两宽，各自安好。这也是我现在的想法，所以你别让我后悔，我只盼着从此往后天涯陌路，后会无期。娇娇，不要这样对我，你这样对我不公平。不管我和诗雨发生了什么，都不是我自愿的。娇娇，心里装的是你，你应该知道，只要我们离开这里，离开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我去找个男人与他发生关系，然后告诉你我不是自愿的，你能接受吗？这能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啊？他是人，我就不是。他是男人，可以3妻4妾，你是女人，不可以。所以你看不起女人吗？你娘不是女人吗？你媳妇儿不是女人吗？你既然看不起女人，又为何让女人生你？没有女人，哪来的你？